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现在做网站呢，比你想象的还要简单。那么过去呢，我们总以为搭建一个专业的网站呢，你需要懂前端的开发、后端的开发，你需要懂编程、会代码，那你还需要花费高额的费用呢，去请人来开发。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只需要短短的2个多小时呢，你就能完全掌握自己的一个网站设计。那么不管是品牌官网、企业站、企业网站、商城还是个人博客，都能轻松的搞定，那再也不用依赖别人。今天呢，小鱼儿呢就带着大家零基础来搭建一个专业级品牌网站。那么你不需要任何的技术背景啊，只需要跟着我的步骤一步步操作，就能快速搭建出一个高端大气、功能强大的网站。这里呢，我用到的所有相关链接啊，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做的网站啊，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呢是一个超级漂亮的一个超级美观的一个公司品牌网站。这个网站可以用来展示你的品牌产品、服务、优势，还能用来呢做一个动态更新、博客发布。那它的功能呢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那么为什么这个网站呢非常的适合你？因为呢它有超级丰富的一个模块，那么它里面有各种预设的模块，里面预设了各种信息展示产品介绍等等。那在这个里面呢你都能找到，包括你的品牌显示，那么包括一个特色功能介绍，那甚至可以看到在这里它的悬停动画的一个效果呢都特别的炫酷。它有完整的一个网站结构比如说我们的首页、我们的服务页我们的关于我们的页面，甚至呢它还有一个 blog 的一个页面，可以来展示你公司的一个最新动态、产品新闻，让你的网站呢更具有吸引力。它还有超级灵活的个性化的定制，那么你可以任意的切换你的网站的一个颜色。那么它里面有多种调色板的一个预设你可以任意切换一个你想要的颜色。比如说这里呢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呢一键给它切换成黄色，让网站呢瞬间呢变成你品牌的一个专属风格。那无需代码，完全可视化的编辑器，那么完全可视化编辑，那么可以使用 Elementor 来对我们的网站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Elementor 这个超级强大的可视化的编辑器通过拖拽式的操作，轻松掌握你的网页的任何的一个元素。那么在这个教程中呢，你可以学到如何使用主题编辑器来定制你网站的风格。那从品牌的色调到整体文字的一个一键调整，那么完美适配你品牌的一个形象。那这里呢可以看到每一个文字修改，那么图片的一个更换，以及整体的一个排版，让你的网站呢更加生动有吸引力。还会告诉大家如何使用 Elementor实现更精细的一些页面设计。无论是从零创建一个模块，还是直接导入一个精细的一个现成的一个模块，可以直接导入精品模块进行修改，都能快速的打造出高质量的一个页面。以及如何设置我们的博客页面，包含文章的列表、页面详情页的一个页面详情页，那么让你的网站呢更具内容深度。以及如何修改我们的导航栏，如何优化我们的导航栏，比如这种透明导航的一个效果让你的整个网站呢看起来更高级。以及如何修改以及如何创建一个高效的联系表单让客户第一时间呢就能联系到你。那么同时呢还会介绍如何安装邮件发送插件，那么让我们的邮件收发更稳定不错过任何的一个商机。那么短短的2个多小时的时间呢，那你就学会如何打造一个高效、专业、完全符合你品牌风格的一个网站。这个呢是一项非常超值的投资，让你的网站呢从此告别繁琐复杂，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开始。那么我们做网站呢，对于做任何一个网站来说呢，它都有2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个呢，就叫网址，也可以叫做域名啊，也可以把它叫做域名。域名呢，就是网站的地址，也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网址。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主机，主机呢也可以叫做服务器。这里就比如说我们访问一下这个，在这顶上这里输入一个 A， 我们访问一下苹果的一个网站。当我输入这个网址的时候呢，它就打开了苹果的这个网站，上面的这个 apple.com 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网址。那它呢也可以叫做域名。域名啊，每个人呢，你要建网站呢，第一步呢，就是要购买一个域名。就像小鱼儿的网站建设，可以看到在这个上面啊，它出现的一个域名也会出现啊，可以看到有小鱼儿。这个呢，我一个频道的一个链接地址啊，也是我的域名。接下来第2步呢，可以看到我刚才输入了这个 iPhone， 刚才输入的这个。那我进入到这个网站来之后呢，要有一个地方啊，它可以来储存我们要给客户或者这些顾客看到的这些文字、图片、视频等等。那这些东西呢，它需要储存文字、图片的这个设备啊，就叫做服务器。那么这个服务器呢，它是7×24小时的一个工作网络的时间，它是由一个不断线的一个工作人员维护啊，专门整理出来的一个设备啊。我们平时呢也可以把它叫做主机，也可以叫做服务器。那么这2样东西哈，一个域名哈，一个主机呢，是我们搭建网站必备的。这里如果说朋友还没那到这个位置呢，如果你还没有一个网站域名的话，大家别着急，等一会儿呢，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分享怎么样去购买服务器和域名。那这里域名的话，我们是第1年是可以不用买哈，如果你购买了这个服务器的话，一般它是会赠送1年的域名使用权。这个服务器啊，它其实对于一个网站的速度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已经有了服务器了，你可以直接跳过购买的这个流程啊，你可以直接到后面安装 WordPress 的那个部分学习。那如果说你还没有服务器呢，朋友们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这个 Hostinger。那这里相关的 Hostinger 的链接呢，我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那么大家可以暂停视频去打开这个链接。那打开之后呢，你就会跟我一样来到 Hostinger 的这个首页。那这里向大家推荐 Hostinger 的原因呢，最主要是小鱼儿我自己也是在使用这款主机。那么我也通过 Hostinger 呢搭建了很多网站，我对这个 Hostinger 呢也是相当了解，各方面呢都还是非常不错的。推荐它的第2个原因也是因为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哈，也是非常老的一个牌子。这里大家可能看了这个语言哈，我这里给大家用我的我安装的这个沉浸式翻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你可以选择中英文对照这样子来看，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语言，那么这儿你可以直接点击中文，我这里就直接把语言给它切换成中文。那么推荐它呢，还有一个原因哈，这个Hostinger 主机呢，它都是针对这个 WordPress， 它都是针对这个 WordPress 呢进行优化的，所以说它的功能呢是很全面。那么推荐它的第3个原因呢，很多国内的小伙伴你可能没有国外的银行卡，国外的一些主机它需要使用国外的银行卡来付款，那么这就导致很多伙伴忘而却步所以这个呢 Hostinger 呢，它首先中文也是非常友好，在这下面它还有一个中文客服，那么你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这里有一个询问点它，有任何问题呢，那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呢进行一个提问，并且呢它还支持一个支付宝付款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的友好
国内的小伙伴呢，你直接用你的支付宝扫码就可以付款。那么它呢还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30天内呢不满意了，那么你随时随地呢都可以选择退款。这款主机啊，它其实非常适合初学者啊。接下来呢，我会为大家介绍啊它下面的这3个套餐。这3个套餐呢，建议大家选择第2个或者第3个。那第1个我这里呢就直接不推荐了，因为首先啊，我们做网站呢，大家都知道哈，你的网站其实有的时候会存在黑客的这种就会备份就非常的重要哈。这里第1个初级的呢，它这里有一个它是每周备份。我们做网站其实每天都有大量的数据哈，最好的呢就是一个每日备份。并且呢，它还也有免费的 CDN 呢，其实它是可以加快我们网站的速度哈，所以这个呢，它就不推荐哈，这个不推荐。我们直接看第2个和第3个。第2个你可以看到了，它这个套餐呢，它是可以搭建100个网站。新手朋友你刚开始搭建网站，可能你前面的几个甚至10几个呢，可能都是属于一个练手的哈。刚开始就是自己来感受一下如何搭建网站。很多网站前期呢，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练手期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你搭建的不好的网站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后面在 Hosting 的后台这个网站列表这里在这里呢，后面每个网站这里都有一个网址，那么在这个后面有3个点这里呢，你就可以选择删除。不满意的网站呢，你就可以直接删除。它有一个200GB 的一个储存空间，并且呢可以看到，如果你购买1年以上的主机的话，它还赠送1年的域名这个域名的价值呢1年呢也是100来块钱左右。它有一个每日备份，还有一个免费的 CDN 呢，其实就是可以加快你的网站的速度不管是世界各地的哪个人呢，他搜索你的网站，那么他都会通过最近的一个服务器快速的把消息输送到客户的一个眼前所以它可以提高我们的网站的一个速度。那如果说在你预算你的比较宽裕的情况下呢，你也可以考虑第3个套餐。第3个套餐呢，它里面呢是可以看到可以搭建300个网站，整整比2个套餐呢多了2倍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网站建的比较多并且呢你的各方面要求比较高如果说你还想拥有一个专用的 IP 地址，那么你就可以考虑这一个网站这个是对于要求比较高的一些网站，你可以考虑用这个套餐。因为它里面呢，除了一个每日备份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它有一个专用的 IP 地址。你可以看到第1个套餐是没有的，第2个套餐也是没有的第3个套餐有。那专用 IP 地址呢，它就是你一个网站呢，那么你就用1个 IP 地址，可以提高你的服务性能和你的一个速度，并且呢，它还有一个优先支持这2个是前面2个套餐都没有的第2个套餐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共享 IP， 可以看到这里它有解释如果说你使用的是专用 IP 地址的话，它不易被共享 IP 地址的其他网站所产生的安全影响。那其他网站有不安全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用的是共享 IP 地址，那么你的网站呢也会受到影响。使用专用的 IP 地址呢，你还可以更好的控制你的托管环境这个呢是对于某些类型的网站和应用程序呢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第3个套餐。接下来呢，我们就以第2个为例直接点击选择套餐。接下来呢，你要考虑你的购买周期。那么接下来呢，大家要考虑就是一个购买周期那你是打算买多久其实做网站呢，那么做网站大家其实不是1天2天，也不是1个月2个月，至少都是1年或者2年3年5年。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2月的一些什么热门网站排名。那做网站的话，一个新的网站可能你在1年2年之间呢都看不出来什么效果你需要做的越久那谷歌呢它会收录你的一个地址，那么越往后呢，你的免费的一些流量呢才会慢慢的进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这个周期呢，所以大家要考虑到打算做网站的话，你就要考虑长远一点并且呢，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它
每个周期呢，它的一个优惠价格不一样。比如说你选择的是1个月啊，1个月呢基本上就是没有优惠哈，1个月呢就是102块钱1个月，103块钱啊。这个网站1个月是没有人是做1个月的。那你再看一下1年，那1年呢它是29.99一个月，它的一个续费价格呢是102.99，30块钱1个月啊，然后续费就是101点。那再看一下24个月，那么24个月呢，它的价格呢也是29.99啊，它的续费价格呢就从原来的102呢降到了73啊，说它后期的一个续费呢就优惠了很多。那么我们再看一下48个月，那48个月呢，每月的价格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一个续费价格啊，从70多呢又变成了60多块钱。就说你买的越久的话，你的续费价格呢就越便宜，并且呢可以看到买48个月呢，它还赠送1年的免费域名加3个月的主机的一个免费啊，就相当于是51个月。这里呢买的越久越划算啊，因为它的续费价格呢就会更低。那么这里呢，它其实就存在1年以上呢，1年以上就可以有1年的这个免费域名啊。这里呢，你就不需要单独买域名。那么如果说48个月的话，它就额外再赠送你3个月啊，加起来就是51个月啊。另外呢，再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第2年呢，你直接去域名呢直接去续费就可以了。域名的话，1年也就是几十100来块钱左右。这里呢选择好这48个月就直接点击一个去付款啊。这里大家也不用考虑，如果说你说我选了48个月，后面不满意怎么样啊？不满意啊，你使用过程不满意呢，这里你可以选择30天退款，30天内呢都可以选择退款啊，所以大家放心的去试用。我们点这一个继续，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账单信息啊，这里来自哪里填写哪里就可以了。在左边呢。在右边呢，你可以看到一个订单的一个详情，48个月的一个套餐是多少啊？1400多块钱。那么有一个每日备份，那么每日备份呢也是要700多的啊。这个全部都是后面都是属于一个赠送的，还有另外额外赠送3个月加48个月啊，还送1年的域名使用权。那么域名呢，它也是价值100多。并且呢，它有一个域名的一个隐私保护。这里折扣呢，可以看到了是有一个77%的一个折扣啊，所以呢，这里原价4000多的呢，只需要1000多块钱。接下来我们就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呢，有几种付款方式啊，可以看到这里呢你可以选择银行卡，这儿呢你可以选择支付宝，你还可以选择 PayPal 啊，你还可以选择加密货币，这些都可以啊。这里你可以看到，那我们这儿就直接选择支付宝。点一个提交付款，接下来再点一个继续。这里呢，你拿出你的手机打开支付宝来扫码付款就可以了。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儿呢，它是一个美元哈，但是呢，你用支付宝去扫呢，它会自动把它结算成人民币来付款啊。人民币的话是1000多一点直接这里点击支付就可以了。它这儿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直接这里在这个时间之内呢，给它进行一个付款就可以了。付款成功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 Hostinger 的首页这里 Hostinger 链接呢，我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就点击这里一个登录。那么在你付款的时候呢，它会要求你去创建一个账号，你可以选择用你的邮箱建议大家呢不要用常用的邮箱可以用其他的邮箱。如果没有呢，常用邮箱也是可以的。那这儿呢，我就直接登录到Hostinger 的这个后页。Hostinger 的后台，在左边你可以看到，在这儿呢是它的一些功能右边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儿会有一个网站。那么网站在网站的下面有一个网站列表，点一下。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到在右边这里呢会有一个以后呢这个网站列表你搭建的所有网站呢，它都会出现在中间的这个位置。这里是一个链接这儿直接点击就可以跳转到你搭建的这个网站。如果刚开始建的不好，那不想保留，后面这里有3个点直接点击一个删除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点击这里一个添加网站这儿呢它有一个WordPress 搭建网站，有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 AI 搭建网站。
那如果说你想用这个人工智能来搭建网站呢，也是可以的啊。之前呢，小鱼儿呢也出过一期在这里啊 ，Hostinger 的 AI 建站，也是一期非常详细的教程哈。大家感兴趣可以来看一下我这期视频啊，我会把链接放在这个右上角啊，这个是 AI 建站啊，非常非常的简单。下面呢还有可以使用 AI 搭建 VB 应用程序工具和软件，还可以使用空白的上传代码来安装其他应用程序也可以从外部来嵌入网站这儿我们就选择第一个，用 WordPress 来搭建一个网站。接下来呢，你需要搭建一下需要创建一个 WordPress 账户的一个登录信息这里语言呢可以选择中文，这个呢它只是针对 WordPress 的一个管理语言哈。接下来呢，需要一个管理员的一个电子邮箱在这里输入你的一个邮箱。往下呢，需要一个管理员的密码。那密码呢，这里你可以按照它的要求是需要有一个数字一个小写字符，使用8至50个字符，一个符号一个大写字母，一个拉丁符号。那么要这里所有的要求要符合，创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密码。接下来呢，点击下一步。那么他会问你呢，选择构建网站的方式，你想使用 AI 建站还是用这个预设的网站和主题？那么这我们都不需要，我们就选一个创建空白网站后面呢，我会教大家来安装主题。那接下来这一步也非常重要这儿呢需要你填写你的域名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如果说你购买了1年以上的主机的话，它会赠送你一个域名那么你购买成功之后呢，你可以去领取你的域名可以把你的域名呢就填入到这个里面，想好你的一个域名这里域名呢，大家一定要考虑好，因为这个域名就像我们的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品牌名，就像这个 YouTuber 它里面就会有这个 YouTuber 的在它的域名里面。那么你想好你的域名使用哪一个域名？如果还没有想好的情况下呢，大家也不要着急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先使用临时域名，后面呢，我们再把这个域名呢给它把你的域名呢链接进来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正在安装 WordPress这里它正在安装 WordPress， 大概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那搭建网站呢，可能时间呢，那么搭建一个网站呢需要一点时间那小鱼的这些视频呢也比较长，建议大家呢可以收藏保存这个视频呢，可以反复的观看。喜欢小鱼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找我的视频呢也比较方便。那么如果有遇到不太会的地方呢，大家可以你可以暂停视频呢，可以反复的观看。OK， 这里呢已经创建完成了。接下来呢，它带我们来到这个呢是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那我们要真正来到 WordPress 的后台呢，我们要点击这里有一个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仪表盘。那么正常你来到 WordPress 的这个后台呢，它的语言是一个英文这里英文不好的朋友呢，你可以直接去把语言切换成中文。在这个设置按钮里面呢，它有一个常规，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在这里有一个站点语言你可以直接选择一个简体中文。为了教学方便，这儿呢我就不给大家切换语言了我用我的一个沉浸式翻译给大家这样子对照版本来给大家看你也可以选择看英文，也可以选择看中文。我们先来到我们的一个仪表盘点击这个按钮，我们需要来先把我们的后台给整理一下这儿呢我们点击这里有个显示，它这里面呢基本就是一些广告，一些新闻，那么我们不需要把这些勾呢都给它去掉那这里点击再放回去可以看到后台呢就一个干净整洁了。我们要随时保持我们的后台呢这样干干净净的，它就不会占我们的一个空间。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对我们的这个网站里面有很多参数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设置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先点到我们的设置找到我们的这个常规，它里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IP 地址。那么这些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重点的几个设置这个对我们网站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先来把它设计好第一个就是这个设置里面的常规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呢是一个站点标题，你可以这里可以输入你的一个品牌名称，比如说我在这儿输入一个小鱼儿。那这里呢是一个副标题比如说副标题呢，你可以这儿可以随意写一个
这里有个站点图标你可以去上传一个你的站点图标。接下来呢就是一个 IP 地址，那这一串呢就是代表着你的网站这个服务器的一个 IP 地址，也就是一个域名如果说你有自己的域名的话，那它这个后面呢就不会是这样显示因为我这儿使用的是一个临时的域名。再往下这一点很重要，你是否同意别人呢在我们的网站注册？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功能呢，那你就不要去勾选，这里前面就不要去打勾。如果勾上的话，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你的网站成为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你的网站。那接下来呢，你新用户的一个默认角色呢，我们一定要选的这个就是一个用户。那么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还有一个作者，还有一个编辑者，还有管理员，这儿千万不要设置错误就点这个用户就可以了。还有上面这里，如果说你开启任何人都可以注册，那么别人注册呢，他成为一个订阅者。所以呢，这里新用户的他的角色呢，就只能是一个订阅者你千万不要去给他选到什么管理者或者编辑器。接下来呢，就是这里一个网站的语言大家可以选，你可以选择中文，也可以选择英文。这里的语言呢，你如果说英文不好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改成中文。在这里设置的这个语言呢，它指的是网站的前台的语言和系统的这个默认的一些参数使用的一个语言，它并不是说我们网站的一个语言。这个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说你可能来到某一个网站，比如说这个 Hostinger，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一个网站它这个是它前台它的一个语言，它的一个后台它可能设置的就是什么中文或者日语什么的但是它前面展示出来的并不是后台的语言所以这里呢，它也只是说我们后台这些相关的一些参数或者评论按钮这些呢，它是一个比如说你设置了中文，那么它就是一个中文。在这期视频里面呢，我这里呢就会尽量给大家用英文的这个界面给大家介绍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很多有很多的插件我们后面会用到的一些插件，它的英文翻译呢是比较准确的。如果说把它换成了中文之后呢，它好多的功能呢，或者说就是这个翻译出来的它就不太准确。那种情况下如果说你是用英文界面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找不到。所以呢，这儿还是我尽量用英文给大家展示大家也可以跟我一样在你的电脑上面呢安装一个这种沉浸式翻译，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中英文的一个对照版本你可以看到有英文有中文。接下来呢，在这里呢，你可以选择时区这里有一个倒三角，这里可以看的是一个时区时间的格式。比如说你想以哪种显示的样子现在是2025年，你比如说我想用这种方式显示也是可以，我想用这种方式显示呢也是可以的下面呢还有个时间的格式。如果说你的使用的是你自己的一个域名，它这里会加一个S， 这个呢可能在你保存之后呢，它会要求你重新登录所以到时候你重新再登录一下就可以了。我这里点击这个左下角的一个保存按钮，你这里保存之后呢，重新登录用你的账号登录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Permalink 它呢是一个链接。那么这一点呢，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用 Hostinger 搭建的这个 WordPress 呢，它默认的就是选的这个，它也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的意思呢，在这个网站的一个格式，那么这里呢就是你的域名，后面呢斜杠呢加上你的页面的这个名称。那除了这种显示方法呢，还有其他有很多种有的后面呢是带数字的有的后面呢是带月份和名称的。比如说就像它后面是带有一个数字的，那这些从搜索引擎优化的角度来讲呢不是很好，所以强烈大家就选择这一个选项就可以了。建议大家打开的链接呢都是这一个。选好之后呢，同样这个下面呢它会有一个保存按钮点击保存一下。那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再来看一下这个插件。这个呢也是 WordPress 它最有特色的一个部分了。那么插件，大家有的朋友新手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插件，也就是说 WordPress 这个平台呢，这个 WordPress 呢，它其实本身提供的有很多的功能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的一些功能。那么这些功能呢，
它不是原生就附属在这个 WordPress 最初的这个安装里面的。那么你可以通过额外的功能来增加这些你想要的一些功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有这个插件的一个出现。那么这个插件呢，这里你可以点这里一个添加新插件。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它里面有成百上千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插件，可以实现呢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Elementor 这里有一个 WooCommerce 如果说你装的是一个电商网站，你就可以选择还有一些表单这些插件都有。那如果说你知道这个插件的名字呢，那么你还可以在这个旁边呢，在这里直接搜索比如说在这里一个 Elementor，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搜索这个 Elementor。这个呢也是 WordPress比较强大的一个功能就它里面支持安装各种插件，来实现你的一个功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观，那么也可以叫做主题这里点击左边的这个按钮。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这个 WordPress 它默认给我们安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房子，这里有个查看，点一下它。这个目前呢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样子。接下来呢，我们要改变它，我们要去安装一个新的一个主题。那这里大家可能对这个主题什么叫主题呢？我这里也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WordPress 网站呢，它里面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外观我们常说的这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呢，它的定义是什么呢？这里我给大家打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网站的一个首页也叫主题这个里面呢它会有一些参数比如说这里面包含文字包含图片，包含这个整个背景的颜色还包含一些可以看到这里面呢还会有一些按钮还会有一个按钮等等，这些信息呢它都全部是在这个主题里面的。我们就需要有这样一个主题来承载我们的文字呀，我们的按钮我们的图片我们的商品那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页面来放置这些文件。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WordPress 它已经给我们筛选了几个主题，那么我们这里不需要这几个，我点击这里一个新主题，我们安一款全新的一个主题。那么这款主题呢也是非常的强大它拥有很多设置的一些参数，可以对很多网站呢有更多的一个控制。接下来呢，我就从查找主题、安装主题开始呢，给大家介绍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实现我们自己网站的一个建设。那么我们直接在右手边这上面呢搜索这个主题 IOCKSY 这儿我会把主题呢放在视频下方大家直接来搜索就可以了。接下来那这款主题已经找到了，这里呢我们选择这一个安装好之后，这儿我们再点一个激活，这样呢我们的主题呢就安装成功了。那如果说你的主机很快的话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短暂的。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上面呢它会提醒你感谢你安装这个它会建议你激活这个主题的一些插件。那么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按钮，接下来呢它自然而然呢就带我们来到了这个插件的这个界面。这个界面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些额外的一些步骤也非常的重要。那你这里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界面。这儿呢有一个入门站点，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这儿呢你可以看到 Blocksy 主题呢它自带了许多免费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精品的这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呢都可以作为你从头开始的一个基础点。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选一个以公司形象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模板呢来给大家讲解。这个呢它非常适合公司建站也包括公司有服务的对公司形象的这样的一个介绍的场景。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模板呢这个主题呢来给大家讲解。这个场景呢它非常适合我们比如说搭建一些外贸网站公司网站。这儿我们可以先来预览一下这里有一个预览，我们这儿点击一下它。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呢这个模板呢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深色系的一个模板但是在它的下面呢也可以看到它也有一个白色系。那么它里面呢还有一个白色系有一个深白色这样融合的搭配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整体其实搭建这种公司网站、外贸网站呢是非常不错的，整个色系看起来是比较清爽的。我们回到顶上可以看一下它有几个页面，那它一共呢有5个页面，那有一个首页哈，还有一个联系我们。那这儿呢还有一个呢特别好的，这个你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一个博客页面。这个呢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博客页面，那么你可以用它呢来作为公司的产品的一个更新、一个介绍。这个对搜索引擎来说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今天呢我这里就选择用这个主题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模板去一步一步的去搭建我们的这个网站。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后台刚才的这个页面找到这里，找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模板，它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商务咨询可以作为一个商务网站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当我们把鼠标移上来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它显示这个模板，它提示呢有2个版本都是支持的，也就是2种编辑器，它显示有2种编辑器。那实际上这个 Blockly 呢，也是一个这个里面自带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第三方的编辑器。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Elementor。Elementor 呢，之前呢小鱼儿在视频里面呢也有详细的给大家讲过Elementor 呢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编辑器。那之前小鱼儿有过一期视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款零基础搭建网站3个小时的这期视频，主要就是讲的就是一个 Elementor 构建器，从一个非常基础的，从一个模板到一些小部件，所有的通通的都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个 Elementor 这里有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那么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这个右上角大家可以来可以把它收藏起来，后期有时间呢可以再看。那回到我们这里相关的 Elementor 的链接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大家可以看到 Elementor 呢是一款强大的构建器它只需要用一个拖拽的方式呢就可以帮我们组建一个我们的网站。拉回来，我也是非常的小鱼呢也是非常推荐建议呢所有的初学者呢都可以来使用这个 Elementor 呢来搭建你的第一个网站。因为我个人觉得 Elementor 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用非常简单的一款网站构建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安装这个主题直接点击这一个安装。那么接下来呢，它会建议我们呢安装一个子主题这个地方呢，我们直接把它勾选一下就可以了，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就到了刚才给大家讲的两个编辑器一个是 Elementor， 一个是这儿，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 Elementor 就可以了。选好 Elementor， 点击下一步。那这个时候它会提示我们给你来安装2个插件。那么一个呢就是 Elementor， 还有一个呢就是表格插件可以让我们更方便跟我们的客户呢进行一个联系那么这个插件的名字呢叫 WP4， 这2个我们就直接默认点击下一步。那在这呢，它会问是不是它的这些替代的图片包括一些插件呢，包括一些内容样式这些呢都安装上去。我就建议大家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它就正在帮我们安装这个主题。安装这个主题呢其实是很快的，这个步骤呢是不会出现任何的错误。那这个是直接跟你的主机跟网站的连接的畅快有关系比如说这里呢我用的是Hostinger 主机其实可以看到这个速度呢它中间呢是非常快的。如果说你卡在中间呢连接不畅的话很多朋友也会遇到这种问题主机跟这个主题连接不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卡如果是卡的话，你就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这里可以看到一下子就直接帮我们直接安装好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进入站点，它会带我们来到这个页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已经安装好了。那现在呢我们的网站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刚才可以看到在我们没有安装之前呢，我们的网站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安装好了之后呢那么我们的网站就是这个样子的。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漂亮的，跟我们刚才预览的模板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网站是非常专业非常漂亮的
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效果都是这个专业设计的。我们现在呢，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去学习如何去改这个网站上面的文字、图片、视频包括链接等等所有的这些参数把它们变成我们的内容、我们的颜色，还有就是我们想要展现的效果包括呢额外增加一些他们没有的模板，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呢就拥有了你自己的你自定义你自己的一个网站，是不是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实际上呢，现在呢也确实是非常的简单。接下来呢，我就从主题开始给大家介绍我们如何去修改这些模板。这里首先我们要回到这个首页，这里呢，我想分2个部分呢给大家来介绍如何去对你的这个网站呢进行一个自定义的这些部分。另一个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主题的相关的部分。这个我们安装了这个 Blocksy 的这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它就控制了这个网站上所有的这些设计，还有包括这些布局呀，还有这些颜色呀，重要的部分。那么还有跟我们刚才装的这个 Elementor， 也就是编辑器的部分，我们会用 Elementor 编辑器呢来控制另外一部分网站的内容。那么它们2个怎么区分呢？其实我们在更改这些文字、细节、图片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其实使用的是一个。那么如果说你想要更改一个整个这个网站的大的一个背景、颜色、字体等等你要更改整体的这个颜色还有包括这些背景，那我们就会需要用到这个主题大家可能听起来会有那么一点点复杂，没有，实际上呢并没有它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大家耐心一点，跟着我呢一起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不会的地方呢，朋友们建议你呢可以收藏这个视频你可以反复的进行观看。那只要跟着我的这个视频呢，你把这个视频看完了，你知道原来其实搭建一个网站是这么的简单。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从主题开始给大家讲。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回到顶上，点击这个 Customize， 这个呢是修改主题的最直观的一个方式，我们直接点击进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Customize 的这个编辑器的这个页面。那么 WordPress 里面它内置这个编辑器，实际上呢，它呢就是被主题接管了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这个样子。主题实际上带了很多这样的功能都是用的这种方式呢展现出来的。这里你可以通过这些参数呢，就可以对网站呢进行一个极大的一个更改。这边的参数非常的多大家都可以这里小伙伴们其实都可以来研究研究、琢磨琢磨比如说有页脚页头，比如说还有菜单这些等等。这里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把它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可以看到有页眉、页脚、侧边有一些字体排版。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常规的这个参数里面直接点击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三角，我们直接点过来，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参数它其实可以最大限度的来更改我们的网站。比如说它是网站的一个宽度这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来这里呢就会有一个网站的一个布局。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目前呢我们这里面的网站的一个宽度它设置的是1290的一个像素。那这个像素的宽度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到的这个宽度。那这里有一个进度条，我们可以拉一下你可以拉一下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把这个网站变得更快，并且呢它也可以把这个网站变得更窄变得更窄之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对网站整体宽度的一个定义这里还是建议大家保留一个原始状态因为这个是经过专业的人士设计好的，那么这个宽度呢它就是最合适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宽度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调节你可以知道它有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当你想改的时候，你至少知道在哪个地方去对这个宽度来进行一个更改。那么一个网站的一个宽度呢，它其实就决定了你这个网站的设计的一个样式
那下面你可以看到还有其他的像素啊，比如说这里有页眉页角之间的一个距离啊，这里你也可以拖动它啊。这里呢还有内容和屏幕边缘的一个宽度。下面呢还有文章的一个结构哈，这里面这些你都可以对里面知道它这里面呢有一些什么东西可以调整，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调整，只是说我们要知道可以在这里来更改。我们再点击左边的这个倒三角返回。那除此之外呢，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那么这里有包括我们的按钮，还有一些元素，还有表格等等，都在这个里面。但是这里呢，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去调整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大可不必的，不用去动它。我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有这样的一些功能不是说每个都要去调整。接下来再点击这个键呢，我们再点一个返回。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呢是要调整比如说像一个颜色呀，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 cos， 我们就可以点进来，这个里面就是控制一个颜色的，这是一个颜色的一个面板。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神奇比如说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站它的色系呢有一个蓝色和黑色，还有一个白色就这3个颜色组成的。虽然说它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它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棒。那么将整个网站呢设计的真的非常的专业。这个里面其实用的最多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它用了大量的一个白色，所以就显得非常的干净和专业。但是呢，每一个公司还有每一个品牌呢，它的这个 logo 色呢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品牌的它的感觉也都是不一样的。这里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 logo 这个 logo 呢，它就是选择用的一个蓝色。这个蓝色确实其实还是非常好看的。那么假如说我要对这里进行一个更改，那么我们怎么来修改呢？在这里呢，你不能说是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对这里logo 改一下，或者说呢这个按钮呢我想改一下，这里的按钮呢我也想改一下，这个地方呢我也想改一下。改肯定不是这样子来改的。那如果说我们这样任意的去改的话，那么你整个网站看起来就显得非常的不专业并且非常的混乱。实际上其实这个 Blogson 呢，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修改的一个方式这里呢有一个系统的一个颜色一个系统的默认的颜色的这样的一个修改方式。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更改它的这个颜色。你会发现其实在网站上所有用到的某一种颜色的时候呢，它都是整体被替换掉了，并不是进行一个单个的更改。那这里呢，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里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3个点，你可以点一下。那么这里呢，3个点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有一个调色板，我们点击一下这里面呢，它一共有好几个色系。第一个呢可以看到是蓝色系第二个呢是绿色系，那么第3个系呢是一个红色系它每一个颜色呢，它这里调色板呢都已经帮我们搭配好了颜色。现在我们用到的呢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蓝色。接下来呢，我把它换成一个红色系的这里我点击选中它。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体可以看到这个按钮的颜色变了。这里带按钮的地方呢，它的颜色都更换了在下面呢也换成了一个这种橘色的一个颜色。那你就会发现更改颜色的时候有这个颜色的地方呢，它会整体的帮我们给替换掉。可以看到这下面也整个就替换掉了。这儿我再点一下，这里点一个调色板，那我这里再换一个紫色的这种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整体的可以看到这下面整体的就帮我们换成了紫色系。那这种感觉就非常的不错它不会让你的整个网站看起来颜色特别的杂乱。那这儿呢，我们就把它擦掉，保持它的一个默认颜色。在这边你会发现它这里会有一个叉关掉之前的就保留原始的。那么细心的伙伴你会发现这个 logo 的颜色它是没有变化的，因为这个 logo 呢它本身呢就是一个蓝色的一个 logo， 这个 logo 没变但是其他地方的颜色你可以看到它都已经变了。这个就是整体更改的一个效果。那么当我们换其他颜色的时候，同理它也是会跟着改。这个呢就是主题非常强大的一个内容之一功能也非常的强大它就可以让你整体的修改你网站整个色系。
那这样子它的速度呢就非常的快啊，就不至于你一个一个去进行一个修改，可以加快我们快速的实现，达到你想要的一个颜色搭配的一个效果。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它给我们的配色还是非常的多我刚才呢只是看到上面6款，我们鼠标往下滑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共有10多种配色可以让我们选择。第一个就是我们默认的一个颜色，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种参考的这种配色。其实在配色方面呢，真的它也是有很大的一门学问不是说这个网站我想怎么搭配，我想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那么你做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并不是你想要的这个样子搭配颜色其实是很让人头痛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多颜色其实它搭配在一起呢，你会觉得很尴尬。这儿我鼠标往下拉，给大家看一个深色系的这个深色系的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看到一换这个按钮的地方就换了，那么这有带按钮的地方都换了这种它的一个悬停也变成了这个颜色，整体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颜色。当然呢，如果说你具体还想去调节有一些颜色字体的话，这个呢你可以去仔细的去考量一下但是它并不一定呢适用于每一个网站。接下来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在这个颜色旁边这里会有一个叉，我们把它关掉它就会回到最初始的一个颜色。这里呢我们刷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看到这里它颜色没有更改，因为我没有保存，你不保存的情况下呢它是不会更改颜色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颜色除了整体的这个替换颜色以外呢，还可以针对每一个颜色，比如说这里的一个蓝色这个是一个链接的颜色，这儿我就点击这个颜色进来，那我就给它替换一个颜色，比如说我给它换成一个绿色。那么这里更改颜色，我们如何单个颜色来更改呢？那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颜色1这个是颜色2，那么我们就点这个颜色1，点一下之后呢，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颜色。那这里呢，比如说我选这个蓝选这个绿色，那么你可以看到，当我选中这个绿色的时候呢，那这些带有按钮的地方呢，它都变成了一个绿色，包括这个悬停呢，都变成了一个绿色。可以看一下它这里呢，整体的颜色呢，它都进行了一个更改。那这儿呢，我刷新一下，因为让它回到初始的一个颜色。这里我们再点一个颜色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又回到刚才的颜色。要让大家明白你想要改变整体的一个颜色，那么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那主要就是让大家明白我们的整个色系的话，它由这几个颜色组成的它有第一个颜色、第二个颜色，还有第3个颜色、第4个颜色、第5个颜色第6个颜色、第7个颜色、第8个颜色。那么这里它的颜色你可以看到后面几个颜色呢，由深到浅最后变成一个白色，它总共是这8个颜色为它是以这几个颜色为基准的。整个网站所用到的颜色呢，那么用到的色系呢，那就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这样子当你想要更改某一个颜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呢来进行一个更改。比如说后面的一个背景颜色在这里呢，它有用到一个带点灰色的这个，那我这里点击进来，比如说我想给它换一个颜色，那在这儿我点一个这个颜色，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就把这个把它的前景颜色就变成了黄色，它的悬停的颜色呢没有变化这个就是带有这个的地方像这中间这个线它都换成了这个颜色。那我们点击旁边这个叉，回到原始的颜色。只要大家知道颜色是如何更改的这个原理呢就可以。那这个就其实相当于你有了一个定义了一个概念你有了一个概念，当你要更改这个颜色 A 所有用到这个颜色 A 的地方呢，它都会随着一起更改。也就是说呢，这个主题呢是用这样的方法控制了你网站的这个颜色。所以呢，你在以后在设计网站的时候设计过程当中呢，遇到这种选择任何颜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呢，你可以直接你想要改某一个颜色的时候呢，某一个颜色那么你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呢，对这个颜色呢进行一个整体的更改。因为这样子改呢，它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方法你不需要单个去改，那么你可以选择整体一起改。
这是一种高效的一个颜色的一个管理方式。同时下面呢，那你可以看到下面它的颜色的组成部分，比如说我们的文字是用什么颜色，那么我们的链接是用什么颜色，那我们的标题1、标题2、标题3、标题4，那这些呢它又用的是什么颜色？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改这些整个这些颜色呢，你想要改呢，那么你也可以在这个下面来看一下，改这种关于文字方面的呀，或者关于按钮方面的，所有相关颜色方面的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到这个颜色面板里面呢来进行一个自定义。这个颜色这部分呢，给大家讲解了这么多了，相信大家对这个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这个 color 颜色的一个参数这个颜色其实这个参数呢，它对整个网站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儿我们点击一个返回，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网站呢，还有个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字体。那如果说你换一种字体对一个网站来说呢，它就是换了另外的一个模样。这个字体呢，其实也决定了网站的一个样子。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点击颜色下面的这个字体，点击进来。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所有的字体呢，它用的是哪一个字体这边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在这里有一个参数。比如说你的按钮使用是什么颜色，那你的标题使用的又是什么颜色有标题1标题2、标题3等等它都是调用了哪种字体。可以看到这些呢，它都是引用了一个U 的这一个字体。那我们鼠标往上拉，我点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字体进来，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下面呢有非常多的字体，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呢搜索你想要的一个字体。这里比如说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换一个字体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这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这个字体，那么我选中它，这里勾选一下，点一个确认 OK，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那它这里的字体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包括它这下面的这个字体呢，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鼠标往下拉这些字体呢，它就完全改变了。这下面的这些字体呢，它都变成了这个样子的。所以当你更换了字体过后呢，其实我们整个网站呢就会很不一样。接下来呢，我们点击左边的这个叉，回到我们原始的这个字体。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来更换整个网站的一个字体但是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字体的话，尽量选择一致你也不用搞的几种字体在一个网站里面。我们选择一致的字体的话，它对你的网站来说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它看起来也会舒服很多看起来也会专业很多千万不要说是弄太多种字体，这样子的话，你网站的速度呢也会因此而被减弱，因为你装了很多的字体。打开你的网站的时候呢，可能呢需要下载一些额外的数据呢，才能让你的网站正常显示这样呢就会拖慢你网站的速度。这儿其实呢，它里面有提供的一些字体，你可以去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字体就可以了。这里呢就给大家讲了2大的一个重点组成部分。那么一个呢就是网站的颜色，那么一个呢网站的一个字体。这里呢点击倒三角返回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会有很多的一些设置功能。那我们最开始呢，我们就只需要对这2个呢进行一些设置，那么让网站整体的这个感觉与你心目中想象的这个最接近就可以了。那这2样定好之后呢，你的网站的整个风格了，你心里大概就有数了大概的一个感觉就出来了。所以这2个呢，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去调试的。那么我们调试完了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对这个网站呢进行一些细节的一个更改去让它更接近我们心目中呢想要的一个样子。所以呢，现在其实有了一些模板，有了一些主题搭建网站真的并不是太难。这个模板真的功能强大。那接下来呢，我还想最想给大家介绍的2个非常直观且非常重要的功能。我点击这里返回，这个 header 和这个，那这2个参数的话，其实实际上它们是一个道理差不多的。我这里呢，我们就先从这个 header 开始我们鼠标往上滑到这个 header 页面，我们点击这个3角点进来。header 当我们鼠标在这个上面，我们鼠标滑动的时候
这上面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看到了，其实呢，它刚开始是一个黑色，当我们滑动呢，它变成了一个白色。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外面其实是有一个蓝色的一个方框，是把它这个区域呢是围住的，圈起来的。你往下拉的时候呢，那它会这个地方呢，它会一直存在。当我们鼠标拉到顶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了，它又变成了一个黑色。那这个顶上的这个部分呢，它涉及到的呢就是这个 header 编辑器。在以前的话，其实 WordPress 这个 header 编辑器呢，它其实没有这么自然，也没有这么强大。但是这个 Blocks 呢，它发明了一种非常强大的这个 header 编辑器。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么 header 呢，其实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菜单页脚、页头。当我们鼠标滑到这个地方顶上这里呢，就会出现一个，这儿会出现一个 menu，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它点开之后它就会直接打开这个 header 编辑器的这个页面。那如果你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不知道怎么样进来，其实还有一种方式，我们左边这里三角回来再点一个三角，在这里那你也可以同时你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header， 那你点击它了，其实一样也可以来到这个页面这两种方法呢都是可以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header 呢，它是由3部分组成的，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是有一层，有一个中间层，下面呢还有一个下层。那其实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只用了中间这一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只用了一个中间层，上层下层呢我们都是没有用到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logo 还有我们的中间的这个菜单呢，还有这个后面的这个按钮呢，它都是在中间这一层。那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怎么样展现出来它这个3层。那我把这个 logo 呢给它往上拖，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 logo 呢，它就跑到了上层中间这里就没有了 logo。那同时呢，我把这个后面的这个按钮呢往下层拖拽那现在呢，整个header 呢就出现了3层，这里是上层，这里是中层，这里是下层。我这样子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是让大家明白这个地方是可以这样子操作的。但是这个主题呢，其实它不是这个最初的一个风格这样子摆放起来其实它也不好看。那么我们点击下面这个 logo 呢，把它移回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移到中间层，这个是它原始的一个风格。通过这个演示呢，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说明了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上中下3个。那么这3个层面呢，其实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同时放在中间这一层。绝大多数的网站使用的一个方式其实都是使用的这一个中间层的这个方式。那除了这样的一个摆放呢，还可以呢添加很多的一个元素。现在呢大家应该能看明白现在呢我们这个里面呢有3个元素。第一个呢就是 logo 菜单导航条，后面一个呢就是一个按钮，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它是用这种突出的这种按钮式呢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展示的，它没有用这种菜单的这个形式来展示。除了这3个元素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拖拽进来一些其他的元素。其实它 Blocks 呢，它免费的版本已经非常的强大了。如果说我们经常用到一个搜索功能，那么我们可以把搜索拖拽到这个里面来。这边可以看到，这里比如说有一个搜索的功能，我们鼠标按住它不动我把它拖拽在这个在这个位置。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就多了一个搜索的一个按钮在这里一个搜索的一个图标。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实现一个搜索的一个功能如果不要的情况下呢，那我们直接在这个下面。那么你可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旁边呢是有一个叉我们直接用叉把它叉掉直接就删除掉了。那我们还可以在这儿呢增加一个，比如说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些图标。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按钮呢把它拖拽过来，拖拽放在这个位置。接下来呢，你可以鼠标往上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图标会有一个 X 的一个图标还有 Twitter 等等。如果说你的网站你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平台，那么你想要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功能呢给它拖拽进来。
这个就非常的简单了。相信大家其实平时看的网站很多上面呢它这个功能呢会出现在我们的页脚一般会出现在我们的页脚，你也可以放在我们的页头。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击只是给大家演示，我这边把它删除。这个位置其实你也可以放在其他的位置，也可以，比如说还是加这个按钮，那我要把它放在这个前面，它就会出现在这个前面。我要拖动它了它就会出现在这个中间。我要把它放在这个最后那么你可以看到，那它呢就出现在了菜单栏的最后。那如果说我想要编辑这个，那怎么办呢？那同时我们就直接点一下它直接鼠标左键按一下，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在这边呢就有一个编辑框跳出来。这里呢我想在这个上面呢再加一个，比如说我想加一个油管，我想把我的油管也加进来，因为我在做油管频道怎么加呢？你点击这个加号，你就可以点击这里有个三角鼠标往下拉，这里就可以找到这个 YouTuber点击添加那么这个 YouTuber 呢就被我们加进来了。那你加进来之后呢，你鼠标回到左边，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就多了一个油管的一个图标。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对这边对这些链接按钮来进行一个管控比如说呢，我可以选择这里来选择让它在一个新窗口打开链接。这边你可以点一下这个你可以图标的大小，那么你也可以控制，你选择让它大一点就大一点。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图标就变大了很多。我想让它小一点，那么就小一点，那点击这个叉呢，回到一个初始这个大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图标呢，我们也可以来改它的一个大小。那么这里间距呢也是可以更改的。那下面你可以看到它在电脑端展示是什么样在平板端是什么样并且是在手机端，你点击一下它，你可以看一下它在手机端展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实际上其实搭建网站呢也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事情像这些功能这些设置大家可以通过你平时的一些摸索你会对这些功能呢越来越了解。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大家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当你懂得了这些功能的话，那么你搭建网站你会觉得非常的简单。那这个 Blockly 呢是一个以细致为见长的这样的一个。那么除了这个之外，那么这个呢是一些常规的一些设置，那后面呢还有一个设计，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那这个里面就是专门针对模块的一个样式比方说颜色呀，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它这里图标的一个颜色，那么你可以看到点击上来了，它就是这种蓝色的。这里你点击进来了，你可以对它的一个选体颜色来进行一个修改，并且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透明的或者是不透明的在这里呢你都可以来对它对它的这个颜色来进行一个改图标的颜色进行一个更改。那么这里来是一个常规一些功能间距等等，对这些来进行一些控制。那么这些大家都可以多去了解一下。那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功能，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呢，我们鼠标回到右下角，点击这个叉呢，给它关掉就可以了那它就又回到了我们最初始的一个样子。当你确定好之后呢，我们就点击这上面的这一个保存按钮那么它也就可以对我们的这一系列的更改呢进行一个发布。那么这个呢就是 header。 那同理呢，我们再来到最下面鼠标往下滑，在底部这里呢，这个叫 folder。 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左上角的这个按钮，这里呢它就来到了这个编辑页面可以看一下左边是编辑。那这里如果说你想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也是可以，我们点击左边的这个三角，这里再点一个返回在这儿呢你就可以找到这个 folder它也同样也会来到这个地方。这里呢它也是有3行上行、中间还有下面。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主要呢都是在中间这一行，上面这里是空白的。那下面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版权我们在最下面的这里一个版权。那这边这边呢还是一些可以看到它可以添加一些布局进来这里比如说你想拖拽这个，那同样你也可以把它拖过来，你可以放到上面，也可以放到这里也可以放这里，还可以放在这个下面放在哪个位置都是可以的。那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就会来到这个编辑页面。那这边就是一个详细的窗口你可以在这边来进行一个修改。
你可以看到，当你鼠标滑动到这个上面的时候呢，它就会在这里这个地方呢，它就出现这个 middle。实际上这个呢，它是一个分块。那我们鼠标在左边这里就可以看到，它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模板。它使用的是这样一个模板，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是第一个小块，第二个小块，第三个、第四个小块，总共这里是4个小块第一个小块呢，可以看到它这边呢要宽一点，后面3个小块呢就小一点。那么3个是一样大的，第一个块呢要长一点。同时，其实你还可以改变它的一个布局，比如说我想要几个模块一样大，那你可以点这个按钮；或者说呢，我想要让最后一个模块大一点，那么你可以点一下这个按钮你可以看到它下面就改变了。后面这个就要宽一点，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呢，这个框框它就要大一点，前面就是3个竖着的可以看一下。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长方形你还可以改成这样的它就会是这样的一个布局这个布局，所以说呢，我们在左边这边呢也是可以调整的。我们回到原来的这个布局，它给了我们很多预设的这些布局，它给我们默认的这个布局其实就是最适合的。这种成熟的布局基本上呢，它是覆盖了90%的一个应用。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我个人呢觉得这种模式它是非常高效的，因为它呢不需要太多的这种设计基础和这种代码形式就可以实现这种绝大多数人想要的这种样子。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点击这里一个返回，我们再点这一下我们把鼠标放到这个模块上面来点一下这里就又到了一个编辑这个页面的一个按钮。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模块在这边它是一个文字加一个图片的这个形式。这边呢你还可以点击这个加号实际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它还可以再添加图片。那么呢你还可以再添加标题添加列表等等。那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些小的这些组件，那你可以在这里面搜索你想要的一个效果，那么你都可以把它添加进来。其实这个模板确实真的非常的不错它的各方面设计呢都比较到位。这里模板的相关链接呢，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大家可以直接打开这个模板的链接。WordPress 的，那么 WordPress 里面这个 Customize 的这一个编辑器的功能呢，其实大家可以来摸索一下。如果说这里你觉得它已经非常完美了，那么你就不需要去动它，不需要去更改它。那你可以直接到这个里面，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呢，直接来更改这里面的文字。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对它来进行过多的一个修改新手朋友们呢，其实我们刚开始呢，就是用这种模仿的方式把里面的相关内容呢改成你自己的一个品牌相关的就可以了。我们先来可以模仿，先来了解一下这样的模板是怎么样制作的。那么有改的地方呢，我们稍微改一下可以这样子自己动手边学边去自定义你自己心目中的这个网站，也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学习方法。那么你点击添加这里面你看到它没有多少，那你可以这里点一个浏览全部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组件非常的多它里面的设计模块部件包括主题这里呢都有非常的多。那么你想在这里添加什么呢都可以，不需要我们就点击这里把它关掉。每个区块呢其实你可以直接点击在下面直接用点击下面这个区块，那么你就可以到这边来进行一个更改。那么每一个区块都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点击进来，这里都可以选择添加。这里呢还有一个添加模块。那这旁边呢，除了常规还有个设计，比如说我想要更改一下它的颜色或者说想要对它有一点，比如说想有点小小的设计感，你就可以到这里面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版权也是一样的，点击进来了，这里面版权呢，比如说在这里呢，我可以改成自己的，比如说小鱼儿，改好之后呢，点一个保存按钮，这里你就可以刷新一下。鼠标这里直接拉到底你可以看到这下面的版权就改成了一个小鱼儿，这里面相关内容都可以去修改，点击这里呢就可以进来格式这些大家都可以去改。其实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folder 和 header 呢，这个编辑器使用的方法呢，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 header 和 folder 的一个修改方法。这里呢这个修改的几大功能呢都给大家讲了。
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呢，等会儿我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包括网站的一些文字啊，网站的内容怎么样修改啊，等会儿呢也会告诉大家。这里面啊可以看到你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那这些功能呢，等会儿呢后面呢还会给大家讲到。这个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主题呢进来呢，怎么样修改我们网站的几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比如说我们的文字啊，比如说我们的颜色，网站的颜色。相信通过刚才给大家讲的一个主题的一个介绍啊，讲了它的一些功能和控制的一些领域呢，这样大家呢可能就对网站呢又有了一个更深一步的一个了解。只要你把网站的整个大体的一个布局弄好之后，颜色改好，或者说里面的字体改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其他的它改起来就也是非常的简单了。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进行下一步让大家来了解更多网站的一个细节部分。那么是如何来设置？那这里发布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叉，这个时候它直接回到了我们的一个首页，也就是我们网站的这个主体部分。那这里除了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个 header 菜单呢和我们的页脚的一个 folder 以外，那么其他的文字，比如说或者说这些文字和一些内容如何进行修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页面呢还有很多的元素，比如说就像这个上面我们的这个大标题旁边这里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链接这里呢还有一个视频的一个播放。那它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左右结构，往下呢你可以看到当你鼠标滑上去的时候呢，它还会有一个特效在里面，有一些特殊的一个效果这些呢实际上呢也不是很难这个如果光这样跟大家说了大家也不会明白。其实这个呢它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有的人可能想它需要什么代码或者要怎么样去弄，那么它并没有这么复杂。现在的网页设计完全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了，还需要去写代码。它是属于现在的网站，它是属于一个半自动的就可以实现这样的拥有一个自己的网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接着操作。那接下来的相关的这些内容呢，我们就需要用一个叫 Elementor 的这样一个网页构建器呢来实现。前面给大家讲过它是这个 WordPress 呢它是用 Elementor 和这个 Customize 这两个编辑器来组合起来的。现在确实就是因为有了这种 Elementor 所以说让我们搭建网站就变得更加的简单。Elementor 它能实现我们很多的功能，那么这里相关 Elementor 的链接呢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描述栏大家可以打开了，你可以来到 Elementor 的网站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接下来我们鼠标点到上面，这里有一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鼠标点击一下就进行到我们的下一步操作。那么到这里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会告诉你你的站点没有默认工具包你的套件是否已被删除，请创建一个新套件或尝试从垃圾箱中恢复它。这儿呢我们就点击这个 recreate， 就是重新去组建我们的套件。好，接下来它就会带我们回到 WordPress 的这个后台，那我们点击这个叉把它这个关掉。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3个地方呢给它打开，这里重新生成一下，勾选一下同步库呢我们也把它勾选一下，重新创建主套件，那么我们也把它勾选一下，鼠标往下滑，这里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再回到左上角小鱼儿这里，我们再打开我们的这个模板，回到我们的首页。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点上面的这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看到那就不会再出错了。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就来到了 Elementor 非常著名的这个 Elementor 的网站构建器的这个界面之前其实小鱼儿有详细给大家讲过之前有一期3小时的这一期视频讲了 Elementor 它是里面的一个工作流程，非常详细新手伙伴呢强烈建议大家来看一下这期视频看完这期视频呢，那么你就明白 Elementor 它如何工作，如何运作。那么拉回来回到这里，那这个 Elementor 它其实已经取代了以前的代码现在有了 Elementor 呢，我们通过一拖一拽的方式呢就可以编辑一个可视化的并且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网站。接下来呢，那我们就来到这个 Elementor 的编辑页面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当你的鼠标滑上这个文字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粉色的一个边框
或者说白色的一个虚线，你可以看到啊，它会有一个边框的一个线。我就会把这个框框呢给它比喻成一个这个呢用专业的俗语来讲就是一个容器，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框框，你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盒子。一个网站哈，它里面呢一个网页呢，往往里面它有很多的这种大盒子，可以看一下里面套着小盒子。那这个小盒子里面呢还套了更小的盒子。那么小盒子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有更小的盒子，就是我们所谓的容器里面，大容器里面有小容器，小容器里面呢还有更小的容器。那么这些容器里面呢，它有文字、有图片等等，就是用这些布局的方式呢，把很多的位置相对的位置呢都给锁定住了这个就是网页设计的一些基础的一些逻辑。整个网站其实它就是由一些有一些部件，有一些图片，有一些文字有一些视频这样组成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样更改这个文字。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更改文字。其实更改文字是非常简单的。当你想要更改某一个地方的文字的时候，那你就把你的鼠标放上去鼠标放上去。那鼠标放上去你就可以看到，鼠标放上去，比如说这里你可以双击双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它左边呢这里就跳出来了一个编辑框，你就可以在这里来增加你想要的一个文字内容，从而呢不会改变它的一个样式。那么你只是添加内容或者减少内容它的整体的它的一个布局，它的样式呢是不会改变。这个比较明显的一种方式呢，我们编辑更改都在左边这里。比如说我在前面加一个小鱼儿，你也可以使用这里有一个 AI 来帮你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还可以在这个文字的下面在这里你可以加入一个链接。那左边就是它的一个编辑栏。改内容其实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说你想要用 Elementor 的这个方式，你可以点击任何你想改的地方，比如说这里单击就可以。那参数呢就会出现在它的一个左边它左边呢就会出现一个编辑的一个模块。那么这是一个标题标题的话它的更改方式会简单一点。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呢，你就只能在这里面去编辑文字，可以加链接你比如说把它改成 H1、H2、H3 的一个标题，这里你可以去替换去改。那么这里呢它还有一个样式，这个样式里面呢你可以对它的文字进行一个排版。这里你可以点这个笔进来这里文字的大小你可以控制比如说多它的一个大小你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更大或者更小。文字的粗细文字的这些间距这些都可以改这里你可以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一个文本编辑器它里面修改的就要多一些。可以看，你可以在这里来加链接。比如说这里呢，你还可以给这个文字加粗可以加粗，或者说加一个斜杠这些呢都可以。那包括下面的这个链接，你可以点开看一下。在这里呢，你可以加入你自己的一个链接。比如说，当别人点到这个上面的时候，你想让它跳转到哪一个页面，那么你就可以把链接了直接加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了。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它还会有一个风格。那风格这里面呢，可以看到，比如说呢，这个地方呢，我想让它怎么样？比如说让它居中或者说让它靠左靠右这里呢，你可以选择它的一个布局方式。那么这里文本的颜色，你可以看到这里呢，你还可以去改文本的一个颜色这里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白色的，那么我们这里字体呢就是白色的。这个就是通过这些方式呢，对我们的这些文字呢进行一个控制。那么这个风格里面的文本的颜色呢，它是针对你的每一个文字进行一个单独的一个设置比如说我们选中这里的时候呢，它这个地方你要改这个文本颜色，只是单单的对这里它并不是说我改一下这个颜色呢，整个全局的这些文字的颜色都更改了，不会的你选中哪一个地方，比如说我选中这里了在这里点这里呢，它就会改这个地方的一个文本的一个颜色，对其他地方呢它不会它不会受到一个影响。那前面给大家讲过，我们用主题呢来怎么样来更改我们就是全局的一个颜色。那如果说是我们想要利用这个 Elementor 呢来掌握我们这个全局的颜色，那可不可以呢？答案是当然是可以的。那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呢设置里面呢，它都有对一个文本颜色的一个修改。
那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说一个点我们其实全局的颜色呢，我们也可以通过Elementor 来控制它在这里，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这里面的文字呢，可以看一下它这里呢旁边它会出现一个地球。那么这个地球你可以看到，如果说这个呢，它如果文本的颜色它这个亮了的话，那么这里你旁边你可以点开这个地球在这里面它其实就用了一个全局的颜色，它统一了一个颜色，这里每一个都有一个样式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我建议大家呢在使用文字颜色的时候呢，你不要去选择其他的颜色，你可以点击这个地球。那么因为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个全局颜色，你可以看到里面它其实有给我们配好，那么什么用什么颜色，比如说是文本的颜色，可以看到有1、2、3主标题是什么颜色，然后呢这前面的配色已经配好了，你就按照它的一个布局的颜色呢来去选择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想要添加一个新的颜色呢，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在这里有一个设置，有一个站点设置，那么在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可以看到有全局的颜色、全局的字体，那你可以直接选这个全局的颜色你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个新的颜色，就点一个添加颜色。这里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全局的整体的一个颜色主要的是什么颜色，次要的是什么颜色，文本是什么颜色在后面它又是什么颜色，这里都已经给我们排好了。好，那这里文字呢给大家讲解完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位置，鼠标往下滑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个视频的区域，那你鼠标拿上来的时候，可能这个地方呢它不会那么明显可能你很难找准这个区域。其他地方你可以看到文字区域它会出现一条粉色的边框这边也是每一个地方你放上去它能轻易的找出来这个位置但是这个区域呢可能你找的不会那么的准。那你可以把鼠标拿开之后呢，你可以区分一下你鼠标放上去的时候是什么样。我们鼠标没有放上去的时候呢，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它是没有虚线的。我们鼠标放上去之后呢，它有一个不太明显边上会有一个不太明显的一个虚线证明我们已经找到这个区域了。因为我们想要改某一个区块的时候，我们先要把这个区域给找到。如果实在找不到了，你鼠标可以看到这里左上角这里会有一个长方形，那么你也可以点击一下。那还有一种情况下找不到这个区域呢，那么我们可以点击在这里呢有一个结构，那么我们可以点一下。那这个里面元素和布局在这个结构里面呢，它都给我们全部罗列出来了。那你点中哪个地方它就会给你跳到哪一个区域。可以看到我选中这里的时候它就会给我跳到这里，它就会跳到这里。可以看到我选中的是这里，那我点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就给我们直接鼠标圈到了这里。每一个地方呢它都有对应的一个位置就可以直接带我们去到这一个容器。那其实刚才给大家也讲过了，就像我们这里一个大框里面比如说现在我选中这个呢就是这个区域它已经帮我们圈起来了你可以看到选中之后呢，这里已经帮我们圈起来了。刚才小鱼给大家讲过这个大盒子的这个概念它里面包含好多的元素，比如说有图片有文字它都是装在这样的一个大盒子里面的这个概念相信大家已经明白。那接下来你再去分这些大盒子里面呢，还有可以有另外一种像这种小盒子，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结构找到你对应的这个区域。这个视频里面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呢还有个小部件在这里面，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结构找到它。比如说现在呢我们是在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你可以点击这里呢打开它里面呢还含有一个小的结构这个地方你选中这里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笔，你可以点这个笔呢，你可以对这个小的这个按钮这个图片呢进行一个修改这里呢你可以来替换的这个图片。那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大的这个结构，点一下它这边呢先给大家关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一个结构按钮。在这呢我们就鼠标回到左边这个编辑框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样式，点进来你可以找到这张图片。实际上呢它被添加了这样的一个图像，在这个里面呢它也可以叫做是一个背景图片。所以当我们点这里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对这个图片呢去给它进行一个替换点击一下带大家来看一下。比如说那么你可以选择去上传你自己的一个文件你也可以用这个媒体库里面的一个文件，这里面它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图片
通过2种方法来进行一个上传图片。这个就是一个更换图片的一个方法啊，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其实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把这个里面相关内容呢、文字、图片呢都换成你自己相关的一些就可以了。那换好之后呢，后面呢，其实你在看的时候它就是另外一个网站了。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非常直观的一个事情你可以通过更改把这个网站变成你自己的一个网站。接下来你可以鼠标回到上面，这里呢有一个加号就是一个添加元素的这个按钮。在左边这边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模块小部件、参数。等会儿呢我会给大家介绍。这个 Elementor 呢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强大的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功能。那么这里还有一些如果说你想要实现更多的一个功能，或者想要网站呢会要求更高一点，那么你可以使用它这个里面的一些升级计划，就是这个需要付费的一些部件。这里呢链接都在放在了视频的下方的描述栏 Elementor 的链接。当然我们初期的时候呢可能暂时用不上这些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呢，怎么样修改文字，怎么样修改标题怎么样修改里面的内容、图片等等。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说，现在我知道怎么样去修改了，我也我不改变整个网站的布局呢，我就直接去改一下里面的内容，这个网站它直接就换成我自己公司的一个网站了。那是不是其实制作一个网站呢，就这样就轻松的就完成了，非常的容易非常的简单。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先模仿先替换的一种方式来搭建属于我们自己的网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很多人呢还会有一些要求不能就是100%的实现你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还想在里面去添加一些东西，或者说从零开始做一个东西，那么我怎样通过这个模板呢再去导入一些东西进来。那接下来呢我就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碰到这种情况自定义你想要自定一下你想要添加，那我又该怎么样操作呢？接下来呢我又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样去添加比如说我现在呢想要添加一个这样的模块我的网站上呢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模块，那么我又想拥有这样的一个模块，那我该怎么样做呢？所以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样靠自己来通过这些模块自己来搭建实现这样的一个模块的一个功能。这个就牵扯到你自己要懂得这些原理，那你才会自己去操作。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回到上面，点击这里有一个加号，那这个加号就代表是我们要添加一个模块的意思点击这个加号可以看到这中间呢就多了一个东西出现了。那我在这里点击这个加号的时候呢，可能你会问，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先点这个加号，接下来呢他会问你你要选择哪一种，那我们就选择这个弹性盒，点一下它，这里有一个向下的一个方向说呢第一个东西的第一个模块和第二个模块它整体呢是上下排列的。这样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按钮这里可以看到它就加了一个模块进来了。那么如果说你想要这里点进来，你想要有这种左右结构的朋友呢，你就可以直接选这个模块。这样我们就从这个最简单的开始。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其实我们现在它是一个空盒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要往这个里面呢来加一些东西。第一个呢，我们先加一个标题回到左边你要点击这里有个加号，加号里面就是一些元素，这里有一个标题，我们就把它拖动，按住鼠标的左键拖动过来，当出现红色的时候呢，我们就选择放手，那这个标题就加进来了。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片它的一个布局，那它可以看到上面有个标题，下面有一排小的文字，那下面呢有4张图片，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格式来进行操作。那接下来呢这里标题有了，接下来我们再点这个加号，那我再往里面加一个文本编辑器这里直接把它拖过来出现粉色我就选择放手这里小的一个标题也加进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下面的这4个图片，我需要再加一个盒子因为这个盒子里面呢我们要装4个图片，我先拖一个盒子过来，我还是点这个加号。那在这个里面呢它叫容器，我们把这个容器拖过来选择放手可以看到这个容器加进来了。接下来我们就再加入图片，那还是点这个加号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图片，我们把它拖过来当出现粉色我们选择放手
啊，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图片。那这个很大啊，没有关系。那么等会儿呢，我们会来往后来设置它。这我就拉一张图片进来，那点击左边这里，我点一下它。这里呢，我也给它弄一个 logo 进来。这里比如说我弄一个这个白色的，点击添加。啊，在这里你可能看不到啊，因为它这里是白色的啊，这个背景也是白色的，所以这里我们看不清楚。这个 logo 也是白色的。那假如说我想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那么我该怎么办呢？这儿呢我找不到这个的话，我们还点击容器啊，比如说我现在是在哪一个地方，那我可以点一下啊，不是在那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吗？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它帮我们把这个区域圈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选中之后呢，在这里啊可以看到红色的方框，它是定格在这一个区域的。我们选这里的一个样式，这里有个笔，点一下啊，替换一下它的一个背景颜色，点击一下它。那这里面它有给我们已经帮我们布局好了这个颜色。比如说我把这地方给它改成一个黑色，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啊，就能看到这个 logo 了。当然这里这个颜色呢，你还可以再换一下。比如说我点击这个地球，那比如说我选择一个蓝色的啊，那这样子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文字，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想让这个文字更加的显眼，那我们也可以改一下这个文字的颜色。比如说我们选中这个文字，这里点击这个样式，那么在这儿呢有一个颜色，我们点击一下它，那我们把这个文字给它改成白色。OK， 你可以看一下啊，那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的显眼。那下面这个文字也是一样的，我们点这个样式，点击这个文字的颜色，那么我们还是给它改成一个白色啊，那这样子就整个颜色就清晰可见。那我们把这个颜色改好之后呢，因为我们的主题本身也是白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题也是白色，我们改成了一个白色，那就和我们的整体的文字颜色一致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啊，这个 logo 呢，它现在呢是呈现的方式是这个样子的，下面呢它的呈现方式呢是这个样子的。那这里呢只有一个，下面有4个哈，大家不要着急，我一步一步给大家展示。建议呢大家可以把我的这个视频呢给收藏起来了，那你可以当你到哪个地方卡住的时候呢，你可以反复的多看一下。有的时候可能你一遍不会，你多操作2遍你多看几遍呢，那你就会了。接下来点中这里，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里它会这个时候你选中这里的时候呢，它的结构就会直接跳转到这个模块。那我们点一个右键复制一下，再点一个右键呢，再复制一下。那这里呢还再复制一下，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有4个那么下面也是4个，但是这4个呢和这4个它的位置摆放不一样。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它让它排在一行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我们点击这里有个长方形的一个容器，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下面呢它会有一个排列我们在这里呢它有横排列有竖排列，那这里我们就选择一个横排列。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那它就会它的整个方向呢就已经转变了，就并排在一起了，它就变成了一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container 这个标志，我们选择这个 direction 我们就让它一行来排列，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一行了实际上呢，我要把这个模块呢做成跟下边完全一样的，我还会这样的操作重复很多次还有很多的细节来设置。但是呢，我相信大家通过我刚才的这样的一个短暂的介绍呢，大家会发现其实做里面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我想让它跟下面一模一样呢，这里面呢我可能还会有一些细节的一些操作。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上面的一个间距，中间的一个间距，下面的一个间距，在这里它其实是完全是没有间距的。那我们怎么样来改它的整体的一个间距呢？那你鼠标可以还是把这个结构打开。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这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这里会出现6个点，那你就可以点这6个点。点6个点之后呢，接下来这里呢有一个高级设置在这儿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类距我们把后面的这个值给它取消，比如说居上50你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宽度宽度不够的话，我再加一点，比如说是80。居下呢，那我也来个80，居下也来一个80。你可以看到它上下宽度呢就明显的就更宽了包括中间的间距呢，这些呢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呢来进行一个调节。那这个文字，比如说你想让它这个文字呢，它现在的位置呢，你可以看到它是在靠左的。比如说我选中这个文字，我想让它居中这里你可以点一下，点好之后呢，这里有一个居中，就直接让它居中。下面这个也是一样，那我要让它居中
整个字体就居中了。相信大家刚才看完我的这些操作的话，你对它呢又多了一些认知。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设置相信大家可以通过我的一些短暂的介绍呢，自己慢慢的摸索一下呢进行，你也会自己操作。其实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做一个模块其实需要的步骤呢还是非常的繁琐，而且需要很多设计的这种想法在里面。所以这里呢我就不再继续给大家多讲只是想要表达一下，如果说你想要从零开始做一个你需要非常漂亮的一个网站，那并不是说没有这样一个现成的模块的话，那你自己来靠这样的一块一块的搭建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如果说你没有点设计的一个经验，那么你的布局各方面你的这个色彩搭配呢它也不是那么的好看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一些现成的这些主题来这样子呢对这些内容呢进行一个更改。这里面其实隐藏了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细节刚才给大家展示的，其实这个我们设计的呢，我们这里操作的都是我们的 PC 端的一个展示，就是我们的桌面端。那同样呢，这个 Elementor 里面呢，同时也可以设计一下我们的平板端和我们的手机端。大家其实都知道，现在的很多流量它都来源于我们的一个移动端。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平板端在哪里我们鼠标回到中间这个上面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呢是 PC 端，那么这个呢是平板端，这个呢是手机端。在这个 Elementor 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同时设计平板和手机的一个布局。那么你点中哪一个里面进来，其实你就进入到哪一个的一个布局里面你进来之后呢，每一个区域你可以看到它也会有一个边界按钮每一个区域呢，你鼠标放上去它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边框，旁边就有一个边界按钮，你点一下你就可以在这边呢来进行一系列的更改。当然可能细心的伙伴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刚才它设计好的一些模板呢，它不管是在你的手机端还是在你的 PC 端还是在你的电脑端呢，它都是非常漂亮的非常完美的展示了。因为这个它是经过设计过的。那如果说是我们刚才手动添加的这个那我这里可以找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刚才我手动添加的这一个区域，你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我刚才手动添加的这个区域它的展示方式呢就没有这个里面它原生的这个效果好。它的一个方式你可以看这边呢，它整体呢就是靠左，那么左边没有居中，所以我们自己添加的这些模块呢，它其实在这种平板或者手机上面它的显示呢并不是很理想。虽然说也有一些变化，但是还是需要一些细致的一些调整。但是呢其实它里面的它帮我们设计好的这些模板呢，那不管是在手机端还是在电脑端呢，它都已经完美的契合了，不管是在哪个上面都能完美的展示。所以说我们用这种现有的模板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可以省了你大量的时间。你可以用这些时间呢，其实去做更多的一个事情。当然了，你还得需要懂就是如何从零开始。当然了，你也需要懂它里面的一些原理如果真的要从头开始的话，确实是非常繁琐的一个，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去导入这个模板。那么模板的链接呢，如果说你想搭建这样的一些什么公司网站或者外贸企业网站你可以去使用这个模板。那模板呢，我已经放在了模板的链接我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么这个主题的模板这个主题的链接我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所以这里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去导入这样的一个现成的模板但是呢，我也给大家讲了这些它的一些操作的一些原理如果说你想要去从零开始了，当然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你要想搭建什么电商网站这些呢？那之前其实小雨儿也有给大家分享过有一期详细的4个小时的一个电商网站的一个搭建。这个呢其实就是从零开始的没有使用什么现成的一个模板有兴趣的伙伴来，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些视频。那我也给大家讲了，其实你也可以去通过你也可以去更改一下你的平板和你的手机，那让它在手机上在平板上面呢都能适应，可以调到相应的一个模式。
你可以通过其实一些小小的一个调整呢，就可以把他们的布局呢给设置好。那这里可能大家有的人这里呢可能有朋友会问比如说我导入的这个模板是一次性导入了一整个页面的模板，那我想导入一个模块是不是也可以呢？我导入一个现成的一个模块，我不用这样从零去设计每一个自己的一个模块其实这样呢当然是可以的。那我接下来也给大家介绍2种方法非常建议大家用这种方法去提升你自己的一个工作效率。毕竟其实我们都是比较普通的人，那你也不是设计师，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功底。我们设计网站，其实我们主要的目的呢，可以为我们所用，而不是说我把自己呢变成一个设计师来做这个设计师的这个工作。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介绍2种方法来导入相应的一个模板。这里我点击这里有一个隐藏面板，把它点开那我们往上拉，我点击中间的这一个加号。那这里有一个文件夹的标志就是第2个选择。那第一个呢是你要选择如何布局，第2个就是这里有一个文件夹我们点击一下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来到 Elementor 的这个编辑器的模板库。它实际上它这个里面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模板，那么这里面它也有几种有一种可以看这个呢是一个区块第2个是页面，还有一个是你自己的模块你点击进来你可以上传你自己的模块这个就是整页的模板。这里你其实每个你都可以预览预览之后呢，它会带你到模块的页面。那么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整页面的一个模板。当你点击插入的时候呢，它就会要求呢，你把整个页面的这个模板呢导入进来。但是这里面大部分的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带一个PRO 这个呢就是一个收费的一个模板。这个里面其实主要的因为它的免费的比较少。其实它这里面这些呢都是一些模块，我们可以理解为这种小的一块一块呢，可以看一下设计的一小部分。那它是一个一个这样的设计出来的一个模块，这些模块呢它是由各种各样组成的一个网页。如果说你需要增加的不多你可以在这个里面来找一下就是你想要的。那这个呢是第1种方法，这个呢它是 Elementor 它内置的这些模板库。还有一种方法这儿我们先把它给关掉，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呢给它关掉，这儿我们先发布一下。那这个发布其实相当于也就是一个保存的意思。接下来我们点上面的3条线左边的这里点一下它，那我们回到 WordPress 的这个后台，这里我们关掉再点这个 W 回到后台。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WordPress 的这个后台我们来安装一个插件，点击这里的一个插件，选择这里点击添加新插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安装一个插件，这个插件的名字叫 Starter。 那这儿呢我也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这里呢我们选择点击这里有一个激活，它是专门给这个 Elementor 来设计的一个模板库，它也是小鱼儿平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软件，非常的好用。那么我会把这个软件呢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可以复制呢直接就到这里面来找。那这儿安装好了，我们再把它激活，这个时候就来到这个插件的这个页面。这里安装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网页前台。那网站前台这里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的一个房子，这里点击进来。那进来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点这个顶上的这个 用 Elementor 来编辑。那这个时候呢，假设我们还需要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这鼠标往下拉，那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是这个地方，我还是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这样的场景我还需要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还是点上面的这个添加模块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后面呢，它就出现了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插件，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标志带我们来到这个模板的这个页面这里面就是一个第3方的模板库。那这个 Starter 呢是给我们的模板库，这个里面它有很多，当然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也有这种收费的可以看到也有很多收费的，但同时呢它这里面也有免费的一个模板，我们可以完全不用你不用去用这种付费的我们就用免费的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导入像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页面。但是呢还有我值得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它后面的这个 Blocks 这个模板库里面呢，它有非常多设计好的一些模板，大家可以通过这里来选择。比如说你要选择什么模板，那你也可以在这上面呢进行一个挑选，比如说一个 FAQ， 比如说什么常见问题我想找一个这个 Clients 的一个页面。我刚才的这个可以看到里面有放很多 logo 的这样的一个页面。
它跟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啊，都是引用的这个 logo 啊，非常的相似。也就是上面有一个大标题可以看到，这个也是有个大标题，下面有一段小文字，在下面呢就有一些这个 logo 的一个模块图标。现在比如说我想导入一个，那我就直接点这个添加，那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这里有一个导入块。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模块呢，它就导入进来了。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啊，它就是这样啊，跟我们下面的这个模块就非常的相似了。大标题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标题小小的文字区域，下面呢就是一个logo 的一个区域。由于这里可以看到，这下面呢它是因为是一个灰色的区域，那这里图片呢它没有把这个图片给我们选择好，所以我们需要自己来选择这个图片你可以点击后面这个笔，在这里呢点击这个加号，接下来呢我们就选择几个想要的图标，我们还是选择下面这里一个鼠标按住 Ctrl 键，那我们一下子加4个图标进来，点击选择 OK， 这里呢就直接就添加进来了。由于我加进来之后呢，那么我们的背景是白色，那么我们的 logo 也是白色，所以导致了现在呢我们看不清这个 logo。 接下来我们就改变一下这个 logo 的一个颜色我们点击上面的这里6个点，选择这中间的这个样式，点击这里有一个笔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颜色这儿比如说我给它添加给它改成一个黑色。好了，这里 logo 了，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但是上面的文字看不见，那我们还可以再换一下，比如说我还是给它换成一个蓝色 OK， 那这里就清晰可见了，我们的 logo 啦文字这些都显示出来了。那接下来大家可能又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蓝色呢它没有全部拉长拉宽，那两边呢它还有一个空闲的地方，那我们下面的这个呢它的宽度呢就和上面呢它会不一致，那这个怎么调整呢？这里呢我们就选中这个区域呢，我们点击这边的这个 layout， 这儿有个全宽的这个，我们把它打开 OK， 那你可以看到，那么整个页面就拉满了。其实大家会发现简单的几步，而不是像我们刚才那么繁琐因为它有了一个现成的模板在那里，包括上面呢也给大家讲过了，上面的编剧下面的编剧这些该怎么设置了，已经给大家讲过了。这里呢再给大家讲一下两个重要的这个参数。那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内编剧外编剧，这里我们选中这里6个点，那接下来我们点这个高级设置在这里呢它就会有一个内距和外距。这个内距呢就是在这个蓝色方框里面的一个上下的一个间距上下左右的一个间距，那么这个外距呢就是蓝色方框外面上下与下面的这个间距它就叫一个外距比如说这里刚才呢我给它改成了这里把值取消，那么这儿当你改成0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没有编剧了。比如说我给它改成100这编剧就出来了。这里下也是一样，给它改成100，那么下面的编剧就出来了这个呢可以不要这个呢就是一个内距。那我再设置一下这个外距我们同样把这个值给取消比如说我想上面再空一点，比如说我设一个50那么这中间的距离呢就拉开了。那下面也是一样，我再设置一个50那下面呢它中间这里呢也有了一个编剧可以看一下这就是一个外距与内距的一个设置。那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那么这里面文字你可以直接点这个笔进来，点这个样式这里会有文字的一个更改，点一下，这里是黑色，那我们把它改成一个我们这里面有主题的一些色调直接给它改成一个白色。我们点这个下面这里把它改成一个白色 OK， 把这个文字这个也是一样，点一下这个笔，点样式，这里直接给它改成一个白色的文字，那么这样整体就能看见了。讲到这里呢，相信大家呢就已经明白了我们想要实现类似这样的效果了，我们就要这样子去做。那补充说明一点就当我们导入这个模板的时候，我们刚才这个模板是直接导入进来的，那它对不同的设备的一个适用程度怎么样呢？那我们点击屏幕中间的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平板点击平板，鼠标往下滑你可以看到在平板上面呢完全没有问题。那我们再看一下它在手机端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手机端呢可以看到了它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编辑我们导入的这个模板呢它是专门设计过的，也就是说这个模板它针对不同的设备优化过的所以
我们导入这些现成的模板呢，就会极大的增加我们做网站的这个效率，那么也会节省我们大量的一个时间。这个你跟你从零开始设计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所以这里呢，小鱼儿呢强烈建议大家呢，从这个模板库的功能去增加自己的一个效率，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设计师。那么这个模板除了省时间呢，还有呢，它告诉了你很多市面上常用的这些模块都是大家比较习惯看到的这些模块。那么你想要什么样的模块呢？那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呢去搜索。强烈建议大家呢去安装这样一个插件，来找到你自己需要的一些模块，去替换里面的内容就可以做到一个非常高效的这样的一个网页设计何乐而不为呢？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想要什么样的模板你可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各种类型的模板都有你只需要在这里面去点击一个搜索查找，那么这些模块呢都是非常不错的，看一下。那么这样呢，我又相当于又把这个如何增加局部的模块呢给大家介绍了。通过刚才的这短暂的一个介绍呢，那相信大家呢应该很清楚，那么大家也很清楚的了解的了一些这些文字的更改、标题的更改包括图片的一个更改如何调整这个上下的一个间距，那么如何从零呢通过一个这个部件容器去手动的添加一个模块，又或者说呢怎么样去通过这边的一个编辑呢来调整这整个的一个这种做网站的一个逻辑，相信大家呢都已经很清楚了。剩下的呢可能需要大家呢你去这样子一个一个的来摸索，把这些参数你可以看到那么都可以拖过来。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地方呢添加一个视频，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拖过来给它放在这个里面。拖过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支笔，你点一下这个笔在这边呢，你可以把这个视频的链接呢直接给它替换成你的链接你可以选择放你这个 YouTuber 的替换你这个 YouTuber 的一个链接，同时呢，你还可以放其他的链接，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可以替换，可以直接选其他的等等呢，你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自己来摸索我相信呢，大家也用不了多久了，那你也可以了解到每个地方应该插入什么样的东西，每个地方可以怎么样，如何调整这些参数，这样呢，以后呢，你想建任何的网站呢，都会非常的简单。这个地方不需要那我们就选中它。那这样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想添加进来之后，我不想要它怎么删除呢？那么这儿你可能找不到这个区块，那我们就点够。点了结构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来我们找到这个大的区块，这里你可以看到你点的时候呢，它会显示边上有一个一个粉色灰色的一个边框，那选这里它就跳到这里来了，这里它就跳到这里，这里是刚才这个，那么我们点击一个鼠标的右键，点击一个删除 OK 就这样从这个里面呢把它进行一个删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里点击一个保存发布。那方法呢就教大家这么多。那这个方法呢，它不仅适用于我们的这个首页，那它还适用于其他的页面。那这里呢，我点击这里已经发布了，然后点击这里3条横线，点退出，这里再点一个 W， 这就直接回到了后台了。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点击一个点击我们的网站首页，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那我们就又来到了这个首页。除了首页呢，还有其他的页面，比如说关于我们比如说博客文章刚才的一整套的这种修改方法呢，它也适用于其他的页面。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服务页面，这个里面呢，同理了你也可以点击上面的这里用 Elementor 去编辑那么进去之后呢，你可以去替换里面的内容把里面的标题这些呢都可以改一下。那这个呢是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又直接用刚才的方法去你想添加或删除都可以。那么这些图片呢，那同样呢你也可以使用那么小鱼儿会用的一些生图工具比如说像这个 Pro AI 啦，那它呢是一款专门可以生成图片它里面的工具非常的多特别适合做电商的朋友这里我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用文本生成图片，那么以涂抹替换，还可以尺寸外扩草图渲染等等，那么还可以呢照片转线稿比如说你要是做设计师这些建筑生成器旧建筑翻新这些空房间装修
啊，包括还有模特换衣啦，这些功能非常的多哈。其实这个 AI 软件非常的不错啊，建议大家呢不管你做哪行哪业呢，其实这个都可以来玩一下。这里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那么这里你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图片呢可能你不可能去随便乱用哈，因为图片的版权还是很严，所以呢，我们可以用 AI 来生成一些图片比如说它在这里面呢，你可以找到它。那么这儿呢，你可以直接输入提示，这里我会用的 GPT， 然后让它，那么给我一个办公室的场景提示词我要生成图片。OK， 它还直接给了我一个中英文对照版本其实我使用的是 GPT 4O 的一个版本。那如果说你用的还是 3.5 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升级一下。那升级的话，国内的小伙伴呢，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虚拟卡的话，可能你还升不了级因为国内的银行卡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功能。那么你需要办一张海外的这个Wonder 虚拟卡，那这里呢，你直接进来申请一张这个卡就可以了。那它除了可以升级 GPT 的话，可以看到很多支持很多服务，那么这些呢都可以用这个卡来升级这里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那么这儿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提示词呢给它复制一下，然后呢我会用的这个 Pro AI 呢来让它帮我生成。那这里你可以选择它的一个风格场景这些，然后比例你要什么样的比例，比如说16:9，然后直接点击一个生成。那这是小鱼儿之前生成的可以看到这个速度非常的快这里直接点击这里有个3个点，把这张图片放大，点击这里有一个下载。那接下来比如说这张图片想要替换它然后我们就点击这里去用 Elementor 来编辑。那这张图片我就把它点击这个笔，然后这里点击去替换我这儿点击上传，那么把我刚才的生成的图片给它上传进来，点击一个应用。 OK， 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呢就改了。那这个更改方法大家刚才已经讲了，我这里就不再过多的给大家啰嗦。那这些页面都是一样的更改法。那么这里有一个呢要重点给大家讲一下。那么这个呢 Contact Us 呢，这个呢是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那么我们直接点击进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联系表单。那么这个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其实它是用一个插件来实现的这个表格的这个功能。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插件呢如何来设置。那么这里呢，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当我们点击进来的时候，这个呢它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链接的链接到的地址可以我们看到这个上面它是链接到主题的链接到主题的这个网址，所以大家呢要对这个地方呢去进行一个修改。那么我们需要让它直接显示到这个联系的这个页面，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就要修改的来看一下怎么样修改呢大家还记得吗那么它这个是用主题的编辑器这个 Customize 来更改的。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那么我们鼠标回到顶上，这里这里有个左上角，这里有个按钮，点一下它。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回到右下角，那么这里有个 button 这个按钮，你点一下它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左边这里就有一个链接在后面这个链接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改一下。这儿我们把它改成 Contact， 然后这里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点这个叉关掉。那么这儿我们刷新一下，那我们再来点这个按钮那它这个上面的地址呢就改变了就可以把它替换成我们自己的这个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这一步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儿你不改的话，那它可能就是好长时间呢都是这个主题的这个链接这个大家一定要先来改一下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表单该如何修改。也许你不太喜欢它的这样的一个格式，那么我们想要增加一些额外的一些参数，那我们该怎么改呢？那我们鼠标回到上面这里，你可以看到这儿有个WP4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里第一个按钮，那么这儿我们就点击去编辑这个点击它从一个新窗口打开，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表格的编辑器。那这个一个表单的一个页面其实这个呢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你想改哪个位置其实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看到你的鼠标放上去，它就圈到哪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要改这里，就点这里比如说你想改这个标题，那么你还可以在后面加一个可以看到这里就加上了这里不要就把它删除。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的。那你想要简单一点的，或者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那么你这里都可以改这里的一个格式你也可以改。
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我还想在这里增加一个功能，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你可以直接啊，你想要实现哪一个功能，那么这里你可以直接给它啊把它拖拽过来。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又多了一个功能，那我们就可以增加自己的内容了。这里拖拽过来之后呢，你可以对这里进行一个修改。比如说我选中这里我想要自定义一下我的这个功能呢，我想强制客户一定要选择的话，那么你就点击这旁边这里有一个必填这里有个按钮呢，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旁边呢它会出现一个小小的五角星，那么这里也是有的这里也是有的。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这个客户呢他必须把这里填了才能提交这个表单，不需要你就可以把这个关掉。这里不需要你可以把它擦掉直接删除。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都可以比如说在这里，比如说我再拉一个这个过来，那么放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呢选中这里它这个长度呢不一致可以看到上面的长度是这样子，下面的长度它这个非常的短，那这儿也是可以修改的。那么我们鼠标回到左边，那么点击这个按钮，那这里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选择这给大家翻译一下你这里选中这一个然后这里它有一个字段的一个大小，那么这里你可以比如说你看选择小，那它就是这么小一点，那么选择中等它就是到中间，那选择大了那它就整个拉满就可以这样来进行一个更改。那么想要必填呢，那么你就选中这个地方呢，把这个必填这个功能给它打开不需要就把它关掉。那么你还可以加其他的这里呢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选项，比如说一些下拉菜单啦比如说什么复选框这里呢都有你都可以直接拖拽过来想要删除的话，那么每一个后面都有一个删除键这里你可以直接删除这儿我想提示一下大家这个 WP4 呢，这个插件实际上它其实是非常有名的这个表格插件，但因此呢它也会收到一些垃圾邮件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你还可以安装一个Google 的一个验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就是这个这个 Google 的验证。那么你安装这个Google 的验证的时候呢你可以点击一下它来看一下这里呢它会提示你如果想实现这个功能的话，它会给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它会给你一个教程，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那么你需要在谷歌去申请一个 API 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也非常的简单申请完了之后呢它是可以免费的拥有这个Google 的一个 API。那你可以在这个表格里面呢来调用这个谷歌的这样的一个垃圾留言的一个屏蔽的一个机制就是让你的这些垃圾邮件呢可以大大的减少这里呢我就不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了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功能可以实现就可如果说你的垃圾邮件有点多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考虑来安装一下这个 Google 的这个验证这样呢大家就可以来自定义你的这个表格。那么自定义表格之后呢，你就可以完全的去定义一下顾客。那么自定义好了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有个勾呢，可以把它保存一下，然后呢点击这个叉来给它关掉。接下来呢，我们点左边的，我们再回到这个首页来看一下，再回到这个联系页面。那有了这个邮件列表之后呢，那么有谁给你发的什么留言呢？大家都可以在这边有什么留言，顾客想要留什么言呢，他都可以自己在这里来写他会自定义的就会出现在这个表格。当任何人给你留言的时候呢，你就会收到一封邮件，那这个邮件呢是你的这个网站自动发给你的。那么这也就说明了你的网站呢要有一个比较强大的这个发送邮件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不能出错，也就是说有人给你留言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因为我的这个发送邮件的这个功能有点差错，所以我收不到邮件。那么这样呢影响就比较大了。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国外的话这个邮电营销呢它是非常的火的很多都需要做这个邮电营销。那么之前呢小鱼儿也给大家分享过一期GetSpots 的这个自动化邮件营销的一个教程。那么这里有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一期教程你来到我的主页，那么你就可以找到我的这个视频。那我也会把这个视频呢放在我的描述栏。如果说你想要实现一个自动化邮件营销的功能呢，那么你肯定是需要有一款好的插件。那这里呢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款插件这个插件呢，我们回到后台点击回到后台，
这儿呢我们在这里找到这个插件，那么我们点击这里安装新插件，在这里呢我们再搜索这个 FIU 这里插件名字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那么就是这个插件可以免费安装这儿我们点一个安装在安装好之后，再我们激活一下。那这个插件实际上呢，它就是帮你集合了很多的这个发送邮件的一个服务商接下来你就可以来到可以看到来到这个页面。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呢就是帮你集合了很多的这种也不一定是免费的这种发送邮件的这个服务商你可以通过这些服务商呢可以给你的网站呢增加发送邮件的这个稳定的一个服务。那么这里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SMTP 那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可以设置输入邮件。那么这个功能呢它就是通过这个 SMTP 来设置你的比如说你用的是 Hostinger 给你的这种邮箱，或者说你是在谷歌这样的一个邮箱呢，那么你都可以让他们给你的网站呢来发送邮件。那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邮件呢它会更稳定一些，或者说呢你也可以注册这些账号他们都有一定的这个免费的额度，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这些服务呢把申请的一些 API 呢就可以这样让这些呢关联插件呢帮你关联起来。那这样以后你的网站发送邮件的时候呢它就相对比较稳定。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自动化邮件营销的这期教程这样的话它可以大大节省你的一个人力物力。那这呢我也只是希望大家呢你都能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发送邮件的一个服务就是不要错过你的客户呢给你发送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邮件。那么因为现在其实这些客户呢给你联系的这些信息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页面就是这个联系的页面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最主要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发送邮件的一个服务就是不要错过这些顾客或者一些潜在顾客呢给你发送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那么多我们讲了这个首页和这个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那么还有一个页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blog， 就是我们的一个博客文章页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页面。那么这里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我们虽然这个呢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形象网站但是 blog 呢可以把它更改为信息进展。那这个实际上呢它就是让客户了解你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你的进展也可以让 Google 或者百度呢更了解你网站做的什么内容，那么你的产品呢是些什么样的服务等等。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界面它这个页面呢也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它是WordPress 是一个内置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它的这个修改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呢那它又是通过什么来修改的呢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上面没有已经没有这个用这个 Elementor 来编辑这个按钮它呢也不是通过这个 Elementor 就可以修改的这样的一个界面。但是呢好在呢这个界面和这个包括我们点进去的这个文章的这个页面，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主题的一个内置的设置，然后来对它进行一些调整。那么在我们点击左上角一个返回，那回到这个博客的首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更改这个 WordPress 里面的这个内置的这个编辑器呢来进行一个修改。那么我们就直接点击上面的这个左上角的 Customize。 那么进来之后呢，鼠标我们在左边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blog 然后直接点击进来。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它其实也是有对这边呢也是有几种布局的。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这种每行3个这样的一个布局，可以看到它用的是这种布局方式你还可以改成这种竖排的这种你还可以改成每2排这种。那比如说我切换成这个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布局它是竖排的这样子的。这些布局其实这个主题呢都已经给我们设计好了，我们只需要你想要换一个其他的你认为这个更适合你的这个网站，那么你就可以改成这种它自带了这样的一些设计模板它
带来一些这些预设的一些模板啊，可以让我们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对整个网站的这个布局呢进行直接的一个更换就可以了啊。这里比如说还有这种布局啊，它就是这种比较大的这种，那么还有这种布局，那这儿我们回到原始的这个布局。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这里呢列数呢，你还可以自己进行更改，比如说你觉得3列不合适，你可以加4列，那么这里9列你也可以减，也可以加啊，这里都可以啊。帖子的数量啊，包括列数呢，这边呢你都可以改。那下面呢，包括有颜色这些呢，你也可以点进去啊，你也可以啊，还有颜色呢，还有一些什么横线呢，这些呢，等等的，非常多的选项啊，大家啊可以都来自己可以来摸索。那下面还有一些元素，那么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呢，其实这个页面啊，实际上它也是可以有很多的这种选择啊，很多的这种布局。那么包括这边有一个设计哈，你点进来之后呢，啊，那你也可以看到啊，比如说这边侧边的这个呢，你也想把它放在左边或者放在右边的呢，这里你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更改啊。大家也可以在这里面呢啊，你也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些信息啊。这个啊扩展起来啊，它的内容就太多了。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个呢肯定是需要你啊，你要想要把它搞懂的话，就需要去详细的去摸索一个最适合你的这种样式。改好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点击上面的这个保存。那么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呢啊，它是属于整个网站的这个 blog 的一个首页啊，就是文章集合首页。那除此之外呢，那还有内容页啊，比如说你点进来还有单独的这一个页面。比如说我们这里点击一个返回，那么这里呢，比如说我要单独进去到一篇文章页，那我要单独去改一个页面，那肯定也要有改的地方啊。这里我就直接点击进去啊，它就跳转到了这样的一个单独的页面来了。那么这里呢，我发现这上面有一个小小的 bug 啊，等一会儿来带大家来改一下。那么这个肯定是在一个主题导入的时候啊，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bug。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滑啊，你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滑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就会出现这个导航页，就是我们的菜单栏啊，它是正常显示的。那么我们往上拉这个导航条，就只显示到一半，并且被这个文字呢给掩盖了一半。这个呢，等会儿呢我正好趁这个给大家呢一起说一下怎么样修改这种 bug。那么这种是很少见的。那么这儿呢，我先点击左边的这个 header， 然后呢这里点 headers 啊，这儿呢我就点击进来。那么这个地方它为什么会出错，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因为这个网站刚打开的时候呢，这个导航条呢它是显示在最上方的。那么当我把鼠标划过的时候呢，它又压缩下来了。也就是说，显示在最上方的时候呢，这个主题呢把它设置为透明了，所以我们大家看不到它。但是在这个blog 的这个页面呢，我们不应该把它设置为透明的。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那么我们首页大家记不记得它是透明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不想让它透明这个地方呢我们不想让它透明，那我就需要告诉这个主题我们在这里不应该是透明的。那么幸好这个主题呢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功能可以对这个进行一个设置接下来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怎么设置。那在这里可以看到这儿呢有一个这儿有个 Display， 这儿我们就直接点击进来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很多的条件可以看到透明标题显示条件。那么这个 header 呢它在全站呢它都是有的但是呢它忘记了就是加了一个东西，那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博客的这个页面呢它不应该是透明的。那这儿我们就点击这里的这个，那么这儿我们点击一个添加，那就是呢有一些地方呢不要添加这个。那么再来我们选择这里呢这个排除就是有的地方呢是不需要添加的，我们选择这个。然后这里后面呢我们这里点击这个删掉了比如说我们这个鼠标往下拉，那么我们选择这个选项，选完之后呢这儿我们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它的变化非常的大大家可以看到就经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操作呢这个导航条呢它就回来了，那么文字呢就正好是在它的一个下方。那这里呢也是发现这个小问题了告诉大家我们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样来解决。这里你可以滚动一下，那么随着你的滚动呢这个导航条呢它还是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呢来给它定义一下定义主要是定义一下它显示的一个条件。
这下就完全没有问题啊，不管你怎么拉或者返回上面，那么它都不会出现刚才的那种情况。OK， 那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里一个保存这儿我们点击这个叉来关掉，接下来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首页的这个页面这里这个 blog 你都可以进来看一下。这个 blog 的页面其实实际上它非常的漂亮了，但是如果说你还想对它有一些改动的话，当然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主题这边呢，那这里呢我们还是点这个左上角的这个按钮，用这个编辑器。那这个blog 页面你如果还想改的话，鼠标回到左边，那往下拉，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呢有个 single plus， 那么这里你可以点击一下它。那么这儿呢我们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一下它这里面同样呢也是有一些布局的这些布局的话你也可以进行一个替换。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针对这旁边的这些修改来定义这边的这篇文章。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它有一些元素在这里面呢你也可以做很多的一个调整比如说就像这张图片一样的，那么这个图呢也可以叫做是一张这个主图。那么这个主图它在每一个页面呢它都会给你这样的一个图片，如果你不想要了，那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呢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把它关掉把它取消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想保留它但是呢对它呢又想做一些更改，那么你可以看到这后面呢有一个三角，可以直接点击进来你就可以对这张图呢来进行一个定义比如说这个图片的一个大小，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你可以点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呢图片就变得大小变了。这里呢有3/4的，还有16:9的，还有2:1的这里这么一共几个尺寸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它一个原始的等等，你可以对这个图片呢进行一个修改。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到它还有一个显示方式这里也会有一个像素的一个大小你可以看一下。那么这儿呢它会问你你这个标题呢是在上方还是下方。那么正常可以看到这个标题在上方然后文字在下方，那么你也可以把整个图呢给它放到上面，然后呢把标题放在下面都可以。那这里改好之后呢就点击这里一个保存。那这个只是对所有的功能里面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演示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么你可以把这些功能开启之后呢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功能你可以给它打开很多的参数呢其实都可以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设置这个就需要大家去摸索，看你需要什么打开，然后呢哪些不需要就把它关闭。那么最后呢你再决定你是保留还是不保留，这个就是博客页的一个设计方法。那么这儿呢我们直接你点击上面呢可以回到这个主题这里。那回到主题这个界面呢，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功能参数之前也给大家讲了如何去修改。那么其实在网页的任何一个地方呢那么你鼠标放上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编辑按钮，那么你都可以点击进去，然后看看这个主题里面它能帮你做些什么你能改动一些什么每一个地方你可以看，你点击之后它就会左边呢就会有一个编辑的页面，那么每一个地方呢它都有可以看到你鼠标移到每个模块上面它会出现的地方呢，那你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更改。所以这个呢就非常的便捷你会越用呢你就会去摸索摸索呢，你就会觉得越用越简单。那么大家体会到了这个 blog 主题的这些细致和强大的这些功能。那么很多一些细小的一些功能一些小功能其实它都放在了这个页面。所以呢这个主题其实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么这儿来给大家推荐选购的这个主题了真的那么你越用的话，你就会越觉得这个主题真的非常的强大它的细节呢也非常的到位每一个小功能呢都非常的细致贴心。那么介绍了这么多之后呢，那还有一个地方呢非常的重要了，需要给大家再讲一下就是我们大家经常会用到的这个网站的整个这个网站最顶上的这个 header 就是我们的菜单栏。那么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呢会出现几个页面，比如说一个关于我们这种关于我们呢博客文章或者这种首页或者这种联系我们那么每一个对应的呢就是一个页面，也叫配置。那么什么叫配置呢？
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再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就回到后台去看一下，回到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啊，这时候回到我们的后台。那么后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其实又出现了一些杂乱的东西啊。这我们把它该关的呢，给它关一下，然后这上面这个这里呢，把它该取消的取消一下，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页面保持一个整齐。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来到后台之后呢，有2种文章页哈。那在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左侧栏的这个 Pages 啊，它呢其实也就是一个页面的意思。那我们进来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页面，比如说关于我们文章页面呢，包括然后首页这些。那么这些页面呢，其实我们都可以用 Elementor 来设计这样的页面。那它的一个配置呢，它是独立的哈，你可以来增加。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哪一个是由什么来设计的啊？比如说这个呢关于我们它是用这个Elementor 来设计的哈，这个呢也是哈，它用 Elementor。那么这个呢就可以看出来它呢是一个它后面呢它会有这样一个 Elementor 的这样一个标志啊。如果说你想要增加页面呢，那么也是没有问题。那鼠标往上这里可以看到，你可以点击再去增加一个页面。那如果说你想要增加一个新的页面，比如说我想增加一个 FAQ 的一个页面，那么你可以直接点击上面这里一个增加按钮当然这个页面的话你可以理一个标题，然后这里点击一个保存就可以了。那么你再点击这里使用 Elementor 去编辑你可以导一个模板进去呢，直接把里面的内容改掉就可以了。大概意思呢，我这里就给大家这样讲一下。那这个页面它就是它也是属于刚才给大家讲的一个配置。那么相比之下呢，这上面呢还有一个，那这里呢还有一个 Post， 那我们点进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文章页哈。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一些相关的博客文章。那这2种呢，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它的一个配置呢，其实也是非常强大，可以自定义的。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页面，那么来到这里你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上面一共是有4个页面加上这个呢一共是5个页面这里是一个按钮形式表现的。那么另外4个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导航条就是一个菜单。那这个菜单呢，我们又怎么样来修改和控制呢？这个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那么我们还是在这个修改主题模板的这个里面呢来进行一个更改这里呢回到我们这个首页的功能下面。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拉了，你可以在这里找到这下面呢会有一个菜单的一个显示，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进来。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呢也会有，这里有一个 Mailer 有现有的一个Mailer， 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主题给我们导入的这我们直接可以点击进去。那么我们的中文意思其实就是一个菜单这个呢也是一个模块那么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这个呢就是这里出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几个菜单在这里它目前呢就有这几个菜单。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这上面的这个按钮在这里你可以看的就是这个菜单第一个呢是 logo， 那么后面是按钮，这儿是菜单这儿我们点击左边的一个回到这里来，然后我们再鼠标往下拉，找到这里一个菜单，点击进来然后再点这里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呢菜单呢进行一个修改。那么这几个菜单我们可以怎么样改呢可以看到首先一个呢，那我可以调换它们几个的位置。那比如说我想把这个放在这个呢放在前面来，那这儿我们把这个关于我们把鼠标往上拉那你可以把它拖拽到前面来这里可以看到了，它就和它调换了一个位置。那么这儿呢那我再把它换回来。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比如说你这里有一个子菜单，那么我比如说把它放在这个后面那这个呢它就成了它的一个子菜单。那在这里可能你看不见，在主页的地方呢你就能看见这里它就会出现一个下拉菜单，就是一个子菜单，这个是主菜单它的位置呢我们拖放在第2格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子菜单。那我把它放回去。那这个呢是移动的一个方法以及这个子菜单的一个方法。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增加的方法接下来分享一个增加的方法。那怎么添加呢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添加的一个加号，我们点击一下它，那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它有的我们已经有了但是没有的呢我们可以把它加进来。那怎么加？这里有一个加号比如说这个我们把这个 context 加进来，然后点这个加号这边呢就加进来。加进来之后呢这里我们点击一个保存发布。那么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呢，那这个菜单呢就被我们加进来了。
这儿呢，你还可以对这个菜单呢进行一个编辑，比如说后面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个倒三角，点一下它这里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标题呢，我想把这个 US 去掉也是可以的，这里再点一个发布那么后面可以看到这个 US 呢就没有了。这个呢，它的名称呢是你自己每个名称呢你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更改的，这个名称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如果说在这里呢你还想加一个链接的话，那也是可以的。同样这里点击这个加号，那么在上面这里你可以看到增加一个链接，这里点击一下它。比如说你要加一个比如说你想在这里加一个谷歌的，或者加一个 YouTuber 的，那这里就加一个 YouTuber 这个地方把它加上，然后呢这里点击一个添加 OK， 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加上了，最后在这边保存一下，那么可以看到这里 YouTuber 呢就被加上来了，可以看一下。那么在这里你同时呢你还可以在里面加一个链接加链接之后呢，那么它可以直接跳转到这个 YouTuber 的这个页面这里我看一下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里没有输入完整比如说加个点.com OK， 可以看到这里呢就直接把它手动的把这个页面呢给加进来了这个就可以对它对这个页面呢进行一个控制当然你可以在这里添加任何一个blog 的这个文章，那么你想把任何页面给它加到这个菜单栏呢，那这里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添加。那除了添加这些呢，你还可以添加文章，比如说我点这个加号这里点这个post， 这里呢你可以点开这里想把哪一篇文章加进来呢都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这里这个你想加哪一个页面也是可以的。可以看到这里有的页面呢你都可以把它加进来，那么这里呢还有其他的这些呢你都可以看一下这些都可以加。那么自己也可以来摸索一下这个导航条这个导航条其实它是可以自定义的。那么不要的情况下呢，比如说这个不要呢你可以点击这个倒三角，那么往下拉，这里有个删除键，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删除刚才我们加进来的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删除然后回到我们原来的初始的样子点击一个保存。这个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对这个菜单呢进行一个控制。这个菜单呢也是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懂得它的一个修改方法大家可以多多的来了解。OK， 那我相信呢，那这个视频呢已经把一个网站呢非常主要的一些修改的部分和到底是怎么能快速的利用模板，在最短的时间呢实现你建立一个独立的漂亮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网站。那么这些细节呢重点都已经给大家讲清楚了。那我建议大家呢可以用我的这种方法呢你可以去套用几个模板呢来试一试相信呢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你就可以完全的了解这个网站的大概的一个怎样建立的一个方式。如果说你有足够的文案和素材的话，那你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它转化成你心目中的那个想要的那个漂亮的网站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难这个现在搭建网站再也不像以前呢要写代码要写这样那样的你可能要费好长的时间呢都建立不出来一个网站。那么能把这个视频看到这里的朋友呢我非常的恭喜你说明呢你已经学会了如何去设计和管理你自己的网站再也不用麻烦别人。那么做网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仔细细致的一个活所以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呢这个视频呢你也可以反复的观看。那么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下面给小鱼儿留言，那这里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Elementor 的一个教程Elementor，那么之前呢小鱼儿也出过一期这个3小时的教程，那非常的详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喜欢小鱼儿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呢你也可以把我的频道呢转发给你身边呢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把我的视频呢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么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视频再见。